羅茜手裡的點心直接掉了，她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顫聲問：“哥哥，你剛才说什麼？能不能再说一遍？”卡利安无奈地笑了笑，終於說出了那個重磅消息：看來我已經被皇帝盯上了，這下麻煩了，平靜的日子徹底到頭了。羅茜整個人都傻了，她反覆確認，是不是那個專門搜集各國美少年，在後宮裡搞變態嗜好的皇帝？卡利安居然還笑着點頭，說：“沒錯，就是他。”羅茜氣得直接拍桌子：“現在是笑的時候嗎？那種地方進去了還能出來嗎？”他指着卡利安大喊：“哥哥，你對自己這張臉長什麼樣？心裡能不能有點數？給我警惕一點啊！”卡利安一臉無辜地問：“我的臉怎麼了？”看着他那張自帶聖光的臉，羅茜徹底沒話說了。這長相確實是太危險了，這就是連皇帝都饞他美色的男人。溫亞克家族的繼承人卡利安，雖然沒有血緣關係，但他卻是我最珍視的哥哥。而我身上藏着一個秘密，其實我是一個穿越者。本以為穿越後能當個公主，結果我卻成了個無依無靠的孤兒。在那個大雪紛飛的冬天，我每天都在為了活命掙扎。直到3年前的那一天，一切都改變了。就在我躲在木桶後面避風時，雪地裡突然傳來了求救聲。誰能想到，我這輩子可是自帶满級劍術外掛的。在那場大雪裡，我隨手撿起一根木棍，就救下了那個倒在血泊裡的少年。從此我成了溫亞克家族的一員，成了卡利安最信任的幫手。結果我正自我感動呢，卡利安卻突然打斷我說：“羅茜，你是不是記錯了？當初你非要跟我走，難道不是因為看上我這張臉了嗎？”羅茜瞬間心虛了，仔細一回想，好像當時自己確實是喊着“帥哥帶我”，然後就屁顛跟上去了。卡利安看着他無奈的笑了，雖然相遇的理由有點離譜，但一晃眼，兩人已經互相扶持着走了3年了。卡利安還在這擺哥哥的架子，讓羅茜別擔心。可羅茜心裡想的是，我2輩子加起來都快30了，能不擔心你這個鐵憨憨嗎？別看卡利安長得帥，他可是劍術名門的繼承人，結果體力弱得跟弱雞一樣，連把劍都快拎不動了，而且情商基本等於0，被女孩子送了一堆花，還不知道啥意思。羅茜隨口問了一句：“那個皇帝約你什麼時候見面？”卡利安淡定地說：“就在明晚的祭典之夜。”羅茜這下徹底坐不住了，明晚？那不就是明天嗎？照卡利安這個性格去赴約，絕對會被那個變態皇帝給生吞活剝了。雖然這哥哥有點不靠譜，但當初要是沒有他，羅茜早就餓死在路邊了。為了這個救命恩人，他絕對不能坐視不管。羅茜在心裡暗暗發誓，為了保住哥哥的清白，他必須親自出馬。可對手畢竟是帝國的皇帝，硬碰硬肯定沒戲。羅茜在走廊裡轉來轉去，愁得不行。突然他腦子裡靈光一現，要是明天誰突然病了，這約會不就自然黃了嗎？就在這時，卡利安正好從前面走過，看着他那毫無防備的後腦勺，羅茜嘴角微微上揚。這下好了，一個絕妙的壞主意已經在他腦子裡成型了。羅茜想來想去，覺得還是最粗暴的辦法最管用，只要一棍子把哥哥敲暈，明天的約會不就去不成了嗎？他躲在柱子後面，看着卡利安越走越近，心裡默念着：“哥哥，你可別怪我，這都是為了救你的命。”就在卡利安路過的一瞬間，羅茜使出全身力氣衝了出去，結果萬萬沒想到，卡利安這時候偏偏彎腰去聞花，羅茜這一棍子直接掄空，整個人像斷了線的風筝一樣摔了個4腳朝天。這一幕正好被樓上的騎士撞見了，他一臉認真的感慨：“羅茜這孩子幹勁也太足了，大老遠跑過來，居然連走路都在刻苦特訓。”騎士還在那誇呢，說羅茜雖然看着嬌小，其實是個用劍的高手，誰見了都得躲着走。可現實卻是，羅茜在後面累得直喘氣，心裡都要崩潰了。明明自己已經拼盡全力，怎麼連哥哥的衣角都摸不着？就在羅茜懷疑人生的時候，前面的卡利安突然叫了一聲，羅茜趕緊衝上去查看，結果這當哥哥的委屈巴巴地說自己被蜜蜂給扎了。羅茜真是又氣又好笑，剛才還覺得他深不可測，結果一轉臉，他連只蜜蜂都搞不定，真是一會兒都離不開人。看着罗茜擔心的樣子，卡利安反而溫柔地笑了，他說：“就是因為你這麼冒失，我才放心不下啊。”這下好了，羅茜原本是想來偷襲的，結果現在倒好，莫名其妙又被哥哥給拿捏了。羅茜一邊幫哥哥包紮，一邊還在苦口婆心的勸哥哥千萬別去見那個皇帝。卡利安倒是一臉輕鬆，覺得妹妹有點小題大做，可羅茜急得不行，誰知道那個皇帝安的什麼心？萬一他欺負你怎麼辦？看着羅茜擔心的樣子，卡利安無奈地嘆了口氣，難道在妹妹眼裡自己就這麼弱不禁風嗎？羅茜看實在攔不住，乾脆開啟了老母親模式，她一臉嚴肅地叮囑：要是有人敢動手動腳，你一定要狠狠甩開。卡利安笑着逗他：那要是對方不撒手呢？羅茜想都沒想，直接往他要害上踢。卡利安又問：那要是对方比我強太多呢？羅茜指着自己大聲宣布：那就大喊我的名字，我馬上就去救你。其實羅茜早就留了後手，剛才幫哥哥包紮的時候，他就在那個繃帶上偷偷動了點手腳，他在上面刻了一個追蹤咒語，只要卡利安喊他的名字，他就能瞬間定位哥哥的位置，這下總該萬無一失了吧。夜深人靜，羅茜躺在床上安慰自己，有了這個保險，今晚終於能踏實睡個好覺了。可誰能想到，他閉上眼全是哥哥那張笑得沒心沒肺的臉，越想越覺得不靠譜。羅茜猛地翻身坐起來，心裡那塊石頭反而更重了。不行，這下更睡不着了。羅茜左思右想，還是不放心，既然勸不動，那就乾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用咒語把哥哥放倒，只要讓他一直睡到明天，皇帝那邊就說他病了，到時候見面的事兒自然就黄了。這計劃簡直完美。
羅茜躡手躡腳地溜進房間，心裡還在默默道歉：“哥哥，對不起了，我保證讓你睡得香香的，一點感覺都沒有。”他深吸一口氣，猛地掀開被子準備施法，結果整個人都傻了，床上空空如也，連個影子都沒有。羅茜在莊園裡急得直跺腳，這大半夜的，人到底跑哪去了？可他絕對想不到，此時的卡利安正一個人呆在陰森的地下，耳邊全是淒慘的叫聲，空氣裡滿是血腥味。剛才還不可一世的守衛，現在全都倒在地上，連求饒的機會都沒有。卡利安就這麼坐在屍堆上，隨手擦掉臉上的血跡，冷冷的自言自語：“這見面禮送得夠狠的，誰能想到平時那個溫柔的哥哥，殺起人來竟然連眼睛都不眨一下。剛才還殺人不眨眼的卡利安，這會兒竟然坐在屍堆上開始發愁了。要是身上弄出一堆傷口，羅茜肯定要發火的吧？畢竟那個小祖宗最見不得他受傷了。現在全大陸的大人物都聚在菲澤爾家族的領地，這種時候，羅茜居然打算一個人溜出去，要是被發現就解釋不清了。好在運氣不錯，巡邏的守衛根本沒發現他，只要動作夠輕，應該能順利找到哥哥。結果還沒走多遠，面前這道大鐵門就把路給徹底堵死了。這下麻煩了，到底該怎麼過去呢？本來想悄悄溜過去，結果半路鑽出來一只兔子，羅茜這下完全忘了要低調，滿腦子只想把他抓住。誰能想到這一撲不僅沒抓到兔子，反而鬧出了巨大的動靜，直接把附近的守衛全招來了。守衛大聲喝道：“誰在那？你在幹什麼？”這下徹底完蛋了，大半夜在禁地被當場抓包，羅茜現在根本沒法解釋。這兩個守衛明明站都站不穩，卻還是硬攔着不讓走。羅茜好心提醒他們，結果對方根本聽不進話。眼看局面就要失控，羅茜只能握緊手裡的劍，雖然心裡還在打鼓，但現在只能硬着頭皮上了。就在他準備動手的一瞬間，腳下突然一個踉蹌，整個人直接向後倒去。還沒等他反應過來，一只手突然從身後穩穩扶住了他。這下糟了，背後這個人到底是誰？男人不僅沒有責怪羅茜亂闖，反而溫柔地詢問他有沒有受傷。他語氣平靜地替那兩個守衛道了歉，看來他的身份絕對不簡單。緊接着他自報家門，說自己叫路易斯·菲澤爾，是這個家族現任的家主。羅茜這下徹底愣住了，這個名字聽起來非常耳熟，難道他就是傳聞中那個狠角色？路易斯一眼就認出了羅茜手裡的劍，知道他和溫亞克家族關係不一般，但他根本沒把羅茜當回事，還隨口叫他小不點，讓他趕緊回屋待着。羅茜氣得當場炸毛，直接質問他到底把卡利安藏哪了。畢竟兩個大家族的繼承人私下見面，這在法律上可是絕對禁止的。路易斯卻一臉淡定地回答：“別緊張，卡利安是我的好朋友。”這話一出，羅茜心裡直犯嘀咕，這男人滿臉都寫着他在撒謊，但他大半夜出現在這，到底是為了卡利安，還是另有目的？羅茜本想反客為主，威脅說要親自去找家主告狀，結果路易斯根本不吃這一套，反而反手一個舉報威脅，嚇得羅茜當場就認慫了。為了不把事情鬧大，羅茜只能實話實說，卡利安根本不在府邸裡，自己已經把這兒翻了個遍。聽到這個消息，路易斯的眼神瞬間冷了下去，他低聲咒罵着那個惹事精，周身的氣壓低得讓人喘不過氣。羅茜完全搞不明白，這男人剛才還一臉淡定，怎麼一提到卡利安不在，他就突然徹底變臉了。羅茜腦子裡猛然想起一個傳聞，菲澤爾家族的人都擁有超能力，他們能變身成各種兇猛的野獸，把自己的身體當成最強的武器。想到這兒，羅茜不僅沒害怕，反而露出了一個狡黠的壞笑。要是能利用好這一點，接下來的計劃可就容易多了。他立馬換上一副崇拜的表情，湊到路易斯跟前，好奇地打聽：“既然你們全家都能變身，那你的真身到底是什麼動物？”路易斯顯然沒跟上他的腦回路，整個人直接愣在了原地。他大概怎麼也想不到，這小姑娘的膽子竟然這麼大。路易斯終於攤牌了，他的真身竟然是極其罕見的黑豹。這霸氣的身份一亮出來，羅茜整個人都聽傻了。他腦子裡瞬間開始了瘋狂腦補：黑豹啊，那速度得有多快？這簡直就是現成的頂級免費勞動力。找卡利安肯定是一找一個準。看着羅茜在那兒莫名其妙的興奮，路易斯一臉無語，完全猜不透他在想什麼。結果下一秒，羅茜就直接衝了上來，死死拽住他的衣服不撒手。他兩眼放光的盯着路易斯：“既然你現在就要出發去找人，那能不能行個方便，帶我一起去？”面對羅茜想同行的請求，路易斯直接露出了看傻子一樣的表情。羅茜還在那兒拼命演戲，說自己是擔心卡利安遇到危險，萬一少爺出了意外可怎麼辦？路易斯聽完簡直要氣笑了，他毫不留情地開啟了毒蛇模式，直言卡利安作為頂級繼承人，保護自己根本就是綽綽有餘，比起那些所謂的殺手，被你這種手無寸鐵的小丫頭救，才是對他自尊心最大的侮辱。這一番話簡直是扎心到了極點。最讓路易斯感到離譜的是，這姑娘居然真敢打他的主意，想把堂堂菲澤爾家主當成代步工具。這溫亞克家族到底教了他些什麼？看着路易斯頭也不回地走掉，羅茜氣得在原地直跺腳。明明自己問的那麼有禮貌，這男人怎麼一點面子都不給啊？誰能想到羅茜還有這一招？他直接一個飛撲鎖喉，整個人像個樹懶一樣死死掛在路易斯的背上，任憑路易斯怎麼掙扎，羅茜就是不撒手，還大聲嚷嚷着自己絕對有用。這簡直就是赤裸裸的強行碰瓷。路易斯被纏得一點脾氣都沒有，眼看甩不掉這個小麻煩，他只能咬着牙發動了能力，耀眼的變身光芒瞬間炸裂。這一刻局面徹底失控，路易斯嘴上罵着這小鬼太難纏，但身體卻已經進入了戰鬥狀態，真正的黑豹即將現身。羅茜在強光中興奮得不行，他倒要親眼看看傳說中菲澤爾家族的家主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卡利安這邊剛把麻煩解決掉，心裡卻還在犯嘀咕，要是讓羅茜知道自己又動手了，那嘮叨起來絕對沒完沒了。可還沒等他想好怎麼交代，雷吉娜就踩着步子出現了。他看着滿地橫七豎八的士兵，開口就是一股濃濃的火藥味。他質問卡利安，這種行為是不是代表王國要正式宣戰？卡利安聽完簡直哭笑不得，他一邊收手一邊無奈地解釋，自己這純屬是正當防衛。他聽說皇帝最近在到處找他，居然一臉淡定地開始自戀，覺得肯定是自己長得太漂亮，才讓皇帝動了这種歪心思。這下輪到雷吉娜沉默了，面對這種級別的自信，他一時間竟然不知道該怎麼接話。卡利安的猜測越來越離譜，他覺得皇帝那個坐擁後宮的男人，大費周章的派人來抓他，肯定不只是為了那點美色。果然話鋒一轉，氣氛瞬間就變了味。他懷疑皇帝是想把他當成祭品，去獻祭給某種神秘的力量。當心之一物這個詞一出口，空氣仿佛都凝固了。卡利安的嘴角微微上揚，露出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微笑。這種反應說明我剛才說的每一個字都對。路易斯一邊跑一邊吐槽，維溫亞克家的小不點，你從剛才開始笑什麼呢？羅茜摟着他的脖子說，我還以為你多大歲數呢，結果你自己也還在成長期啊。路易斯承認吧。這句話一出，路易斯直接破防了，信不信我現在就把你扔下去？你到底把家主當成什麼了？不過他心裡也開始犯嘀咕，剛才怎麼就突然變身了？難道真的是因為還沒成年，身體失控了？路易斯心裡已經開始後悔了，回去之後必須得加練。本來想一個人行動，但如果不盯着這丫頭，天知道他會闖出什麼禍來。羅茜倒是興致很高，大聲喊着要一起去找卡利安。路易斯沒好氣地回了一句，真想幫忙就給我安靜點。羅茜這下可不樂意了，還沒等他發火，路易斯又在心裡默默吐槽，要不是因為帶着你，我早就跑沒影了。這丫頭看着瘦瘦小小的，怎麼這麼重啊？羅茜氣得直跺腳，哪有你這麼跟淑女說話的？路易斯頭也不回地對了一句，就你還淑女？我看你就是個小不點。羅茜這下徹底炸毛了，你絕對是在記仇，就因為我剛才說你沒成年。吵歸吵，正事還是得辦。兩人停在山坡上往下看，整座城市已經近在眼前。羅茜能感覺到那股熟悉的魔力就在下面，但問題是這地方實在太大了，真要找起來簡直是大海撈針。就在他發愁的時候，身後突然傳來一個聲音，羅茜。這下輪到他愣住了，這種時候誰會出現在這叫他的名字？這股氣息難道是之前留在卡利安身上的法術？羅茜突然想起說過的話，如果遇到搞不定的對手，只要呼喚他的名字就行。這下有線索了，他催促路易斯趕緊出發。路易斯一臉無語的吐槽，你現在是徹底把我當乘馬車使了呀！羅茜可顧不上這些，他眼神堅定地看向遠方。我知道卡利安在哪了。卡利安一臉不屑地冷笑，皇帝那個蠢貨竟然主動把心之遺物的位置交了出來，但這顯然沒那麼簡單，故意散發魔力，根本就是個引誘他上鈎的陷阱。看來這個溫亞克家族的繼承人比傳聞中要危險得多，什麼性格溫柔，全都是騙人的鬼話。不過局面還沒到無法挽回的地步。雷吉娜手中凝聚起危險的紅光，管你到底有多強，我可是基爾格斯家族的首領。既然知道了你的目標是心之遺物，他一步步逼近，語氣冰冷的讓人發指。我可不能就這麼讓你走了，我會抹掉你今天所有的記憶。可話音剛落，局面瞬間反轉，卡利安竟然无聲無息的直接出現在了他的身後。那可不行，這要是忘了，我上哪去拿回屬於我的東西？這玩意兒本來就是我的。雷吉娜徹底僵住了，他甚至沒看清這家伙到底是怎麼繞到身後的。卡利安把劍架在雷吉娜的脖子上，語氣輕鬆的像是在聊天。他說反正人早晚都得死，早死那麼一會兒，你應該也沒什麼遺憾吧？這下雷吉娜徹底慌了，他能感覺到脖子上的劍刃透着寒氣，這家伙不是在開玩笑，他是真的動了殺心。卡利安現在的表現還遠遠算不上合格，那孩子要學的還多着呢，想真正獨當一面現在還嫩了點。看來這場皇室權力的遊戲遠比想象中還要複雜。卡利安周身散發出的魔力簡直像要把周圍的一切都吞噬掉。雷吉娜徹底懵了，他心裡只有一個念頭，這家伙到底是什麼來頭？簡直就是個怪物。他強撐着最後的底氣警告說，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對我這個家族首領動手，你是想引發兩個家族的戰爭嗎？可卡利安連眼皮都沒抬一下，手中的劍刃又逼近了幾分。他冷冷地回了一句，我根本不在乎那個。這下麻煩大了，威脅對他完全沒用。就在氣氛緊張到極點的時候，卡利安突然收回了魔力，他攤開手，一臉輕鬆地說，別當真，我剛才只是逗你玩呢。他笑着補充了一句，畢竟打仗這種事，我其實也沒什麼興趣。雷吉娜站在原地沒動，他根本不敢掉以輕心，盯着卡利安問，你到底在打什麼算盤？卡利安指了指周圍，提議說，這次的事咱們就當沒發生過吧，畢竟你們這麼多人圍攻我一個，傳出去也不好聽。算算時間，那個人也該到了。卡利安突然像變了個人，对着空气溫柔地呼喚羅茜的名字，那副深情的模樣跟剛才殺氣腾腾的樣子判若兩人。雷吉娜在旁邊都看傻了，心想這家伙是不是吃錯藥了？怎麼突然就開始發瘋？他正打算趁這個機會趕緊溜走，可還沒等他邁開腿，卡利安就冷不丁地叫住了他。他臉上掛着燦爛的笑容，問他想不想談一筆買賣。他踩着滿地的狼藉走過來，語氣輕鬆的不得了。他說這筆交易對你來說絕對是穩賺不賠。看着
他身後倒下的那一堆人，誰都清楚拒絕這個瘋子的後果，恐怕沒人能承擔得起。卡利安隨手處理掉了麻煩，他一邊整理着頭髮，一邊自言自語地琢磨，為了讓戲演得更逼真一點，我是不是也該給自己弄點傷？就在這時，身後傳來了罗茜急促的喊聲，卡利安瞬間收起了那副冷淡的表情，動作熟練的讓人害怕。羅茜提着裙子一路小跑過來，急得不行，她連聲追問：“哥哥，你沒事吧？到底發生什麼事了？”他衝到卡利安面前，伸手就想檢查他有沒有受傷，那副擔心的樣子，顯然對剛才發生的危險一無所知。卡利安低聲呢喃着羅茜的名字，語氣裡滿是委屈。他停頓了一下，像是終於找到了依靠。還沒等羅茜反應過來，卡利安一把將她緊緊摟進懷裡，整個人順勢靠在她的肩頭，帶着哭腔說：“你不在的時候，我真的快要嚇死了。”這演技簡直是教科書級別的。羅茜這護犢子的勁頭一下就上來了，誰敢欺負他家的小兔子？卡利安指着地上半死不活的騎士，小聲解釋了剛才的經過。原來是這倒霉蛋想動手動腳，結果被卡利安一腳踢中了要害，直接當場疼暈了過去。羅茜這下徹底聽愣了，鬧了半天，真正的狠角色竟然就在身邊。羅茜還在擔心剛才的動靜，卡利安卻已經順趕爬，直接摟住他開始撒嬌。他說自己只有羅茜了，這副弱小無助的模樣，差點連他自己都信了。可惜這出戲還沒演完，路易斯冷着臉出現在身後，一開口就火藥味十足。他倒要看看這個滿嘴謊話的小少爺到底在這搞什麼名堂。路易斯一眼就看穿了真相，這滿地的劍氣哪是踢一腳就能踢出來的？羅茜還在拼命護着卡利安，生怕他被路易斯的質問給嚇着，甚至還貼心的幫他捂住耳朵。可他哪裡知道，卡利安這變臉的速度比翻書還快，在羅茜懷裡還是個乖寶寶，轉頭就對路易斯陰陽怪氣，這副當面一套背後一套的模樣，把路易斯氣得夠嗆，直接一句話就對了回去。看來這幾個人的關係遠比表面上要複雜得多。路易斯這回是動了真格，他盯着羅茜步步緊逼，非要問出他的真實身份。羅茜倒是一點不虛，滿嘴跑火車，硬說自己是天才劍士。路易斯正打算拆穿這離譜的謊話，結果旁邊的卡利安突然就開始戰術性頭疼，這一招影帝級別的助攻簡直配合得天衣無縫。羅茜二話不說，拉起卡利安就往外溜，只留下路易斯一個人在原地發懵。這出戲演到最後，到底誰才是被耍的那一個？卡利安這回不裝了，他死死護住懷裡的羅茜，直接向路易斯攤牌。在他眼裡，羅茜就是他最珍貴的寶貝，誰要是敢再動歪心思，他絕對不會客氣。這股突如其來的壓迫感讓路易斯徹底懵了，他完全看不透這兩個人的來路。可就在局面僵持不下時，路易斯突然轉過頭看向了那片漆黑的廢墟，原來這附近竟然還藏着別的人。他冷冷地對着暗處說：“出來吧，別在那躲着了。”雷吉娜竟然是魔法首領，他一露面就直奔主題。為了掩蓋剛才的混亂，他們已經聯手抹掉了皇帝和所有守衛的記憶。這下今天發生的所有事都成了永遠的秘密，沒人能再查到卡利安頭上。可路易斯顯然還不滿足，他竟然提議要讓那個人徹底入睡。聽到這個瘋狂的計劃，雷吉娜也開始動搖了。難道真的沒別的招了嗎？誰能想到，一直被歐文藏在深處的繼承人，竟然是個徹頭徹尾的怪物。雷吉娜也盯上了那個叫羅茜的女孩，她總覺得這身份背後有貓膩。在溫亞克家族，能被賜予姓氏的弟子，絕對是萬中無一的頂級高手。可最讓雷吉娜想不通的是，這個女孩身上的魔力，怎麼看都覺得眼熟。這股力量的波動，竟然跟她自己的一模一樣。難道這個羅茜跟她有着什麼不可告人的聯繫？雷吉娜已經坐不住了，她決定親自去會會那個女孩，看看她到底藏着什麼秘密。雖然路易斯在一旁提醒，卡利安把那女孩護得像寶貝一樣，想接近她簡直比登天還難，但雷吉娜根本沒打算偷偷摸摸，她要以皇室的名義設個局，直接邀請溫亞克全家進宮，只要他們敢踏進皇宮大門，就等於主動走進了籠子裡。在她看來，既然獵物已經出現了，那頭野獸就絕不會放過這個一鍋端的好機會。剛緩過神來，卡利安就端來了熱可可，還神神秘秘的讓羅茜湊近點。他壓低聲音說自己從禁衛隊長那兒聽到了個大秘密，傳說中的心之遺物就藏在城堡裡。卡利安本想顯擺一下，覺得羅茜肯定會被這個消息嚇一跳，結果局面瞬間反轉了。羅茜想都沒想就接了一句：“你是說那把又舊又破的斷劍嗎？”這下輪到卡利安懵了，他連遺物是什麼樣都還沒打聽到，羅茜是怎麼知道那是一把斷劍的？看來這個看似單純的女孩身上藏着的秘密遠比卡利安想象的還要多。這下真是大型翻車現場。羅茜意識到自己說漏了嘴，趕緊尷尬的笑着找步。為了不讓卡利安起疑心，他隨口扯了個謊，說是聽路易斯大人提過一嘴。可他萬萬沒想到，這句話直接捅了馬蜂窩，卡利安的重點瞬間就跑偏了。他語氣裡滿是懷疑：“你們今天才第一次見面吧？什麼時候關係好到能聊這種機密了？”看着卡利安步步緊逼的樣子，羅茜這下是徹底沒話說了。看來想把這謊圓過去，恐怕沒那麼容易。羅茜越解釋越亂，卡利安甚至開始說起了酸話，問他是不是更想要個像路易斯那樣的哥哥。其實卡利安是鑽了牛角尖，他覺得自己太弱了，不僅保護不了羅茜，還總讓他擔心。羅茜趕緊大聲表態，不管別人有多厲害，卡利安永遠是他唯一的哥哥。就在兩人情感升溫的時候，房門突然被推開了，一個低沉的聲音傳了過來：“終御舍得回來了呀！”羅茜整個人都僵住了，因為推門進來的不是別人，正是歐文大人。這下真是撞槍口上了。歐文大人突然推門而入，語氣裡沒有半點商量的餘地，他直接下了最後通牒，讓這兩個搗蛋鬼立刻去辦公室，顯然是要秋後算賬了。
看着歐文嚴肅的樣子，羅茜心裡咯噔一下，知道這回是真的惹大麻煩了。剛才還在糾結的小情緒，瞬間被恐懼給蓋了過去。看來接下來的這頓訓，他們兩個是躲不掉了。歐文這次是真的火了，對着這兩個搗蛋鬼就是一頓劈頭蓋臉的輸出。羅茜嚇得趕緊道歉，畢竟在別人的地盤上，確實不該到處惹麻煩。結果歐文話鋒一轉，直接甩出2封燙金信封，這下氣氛徹底變了，居然是皇室發來的邀請函，連羅茜都有份，這事兒怎麼看都不簡單。卡利安一眼就看出了不對勁，皇室的人怎麼會突然盯上羅茜？看來今天跟菲澤爾家那位的碰面已經傳到了某些人的耳朵裡，麻煩才剛剛開始。歐文的語氣越來越重，那些怪物家族的首領可不是鬧着玩的。他盯着羅茜追問，對方有沒有打聽卡利安，或者問起關於他的事。羅茜這下也犯嘀咕了，剛才還沒覺得有什麼，現在想想好像確實不對勁。就在這時，卡利安直接擋在前面，說那些人是衝着他來的，他讓羅茜乾脆別去，老老實實待在家裡。看來這封邀請函果然是個坑，卡利安居然還想一個人去，說要親自去探探虛實。羅茜一聽這話就急了，昨天還自信滿滿呢，結果轉頭就讓人給拎走了。他直接大喊一聲不行，我也要跟着去。歐文在旁邊都聽愣了，這小姑娘平時挺乖，怎麼這時候突然這麼硬氣？羅茜是真怕了，她絕不能看着哥哥再次一個人掉進陷阱裡。歐文皺着眉頭問他，你為什麼非要跟着去呢？這下羅茜該怎麼解釋？羅茜還在那兒拼命保證，說這次絕對不給大夥添亂。結果歐文根本不吃這套，直接讓他留下，反而讓卡利安先回屋休息。這下羅茜徹底懵了，單獨跟歐文待在一起，這壓力也太大了吧？卡利安顯然也不放心，站在原地不肯走，非要問清楚他們要聊什麼。他這富戶獨子的架勢，讓屋裡的氣氛瞬間降到了冰點。歐文沒有退讓的意思，只是冷冷地叫了他的名字。看來接下來的談話，卡利安是注定聽不到了。歐文這下是真火了，直接動手教訓了卡利安，讓他少跟老子對着幹。卡利安被打得沒吭聲，羅茜在旁邊心疼壞了，趕緊湊過去小聲安慰。為了哄他回屋，羅茜又是許諾晚安吻，又是答應給他唱搖籃曲。剛才還一臉陰沉的卡利安聽到這些獎勵，眼睛瞬間就亮了，看着兒子這麼好哄，歐文在旁邊頭疼的不行，這小子真是太沒出息了。卡利安這回走得比誰都快，連個招呼都没打就甩門而去，留下羅茜一個人在原地納悶。還沒等他反應過來，歐文就冷不丁地叫了他的名字，這語氣聽着可不太妙。歐文盯着他問，你知不知道我為什麼要收留你，還讓你住在這個家裡？羅茜這下腦子裡全亂了，他哪知道什麼深層原因，只覺得歐文是要跟他清算了。他甚至開始擔心歐文是不是要讓他認清身份，嫌他是個只會添麻煩的累贅。這下真的要變天了。歐文突然一臉嚴肅地說，他其實一直很擔心羅茜。羅茜這下徹底想歪了，還以為自己捲進了什麼大麻煩，正提心吊膽地等着下文。結果歐文話鋒一轉，讓他最該提防的人竟然是剛剛離開的卡利安。羅茜整個人都聽傻了，卡利安不是自己人嗎？為什麼要防着他？歐文一針見血地指出，你這丫頭就是個颜控，看見長得帥的就走不動路，而卡利安那小子精得很，他太清楚自己的長相是武器了，遲早會用这張臉把你吃得死死的。羅茜聽完直接笑出了聲，他說卡利安長得帥是不假，但想靠這張臉來拿捏他，那絕對是想多了。他還拍着胸脯保證，要是卡利安真敢動歪心思，他絕對第一個站出來教訓他，讓歐文儘管放心。歐文看着他這副天真的樣子，無奈地嘆了口氣，這丫頭還是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他摸着羅茜的頭叮囑道，卡利安其實沒你想的那麼脆弱，你沒必要對他言聽計從，但他有時候確實不太穩定，所以需要你多陪在他身邊。只要你能辦到這件事，溫亞克家族永遠是你最安全的家。羅茜一聽這話，立馬幹勁十足地答應下來，把哥哥交給他絕對沒問題。歐文最後交代了一句，讓羅茜進宮後一定要盯緊卡利安，別讓他做出什麼出格的事。羅茜這下可樂壞了，這不就意味着他能名正言順地跟着一起去了嗎？歐文笑着點了點頭，讓他趕緊過去，省得那小子等會兒又開始鬧別扭。羅茜一路上小跑着，心裡還在犯嘀咕，本來以為這回肯定要挨訓，沒想到歐文大人居然這麼好說話。可等他推開房門，看到卡利安失魂落魄的樣子，原本興奮的心情瞬間就沒了。不管歐文大人怎麼交代，看着這樣的卡利安，他心裡除了擔心還是擔心。眼前的卡利安完全没有了平時的意氣風發，整個人虛弱地癱在床上，他看起來狀態非常糟糕，像是正在經歷某種巨大的痛苦。羅茜試探着喊了一聲哥哥，可卡利安一點反應都沒有。這下事情真的大條了。羅茜急忙衝到床邊，卡利安現在的狀態非常糟糕，額頭燙得嚇人。難道說偏偏就是今天嗎？這可不是普通的感冒，而是所謂的心之熱。當身體承受不住那股強大的力量，局面就會徹底失控。別人的症狀或許還能挺過去，但卡利安的情況完全不同，不僅反應更劇烈，發作的時間也根本沒法預測。這下麻煩了，誰都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看着虛弱的卡利安，羅茜決定兌現之前的承諾，為他唱起那首搖籃曲。隨着歌聲響起，周圍竟然出現了金色的魔法陣，這可不是普通的安慰。羅茜其實偷偷動用了魔法。卡利安終於放鬆了下來，他輕聲感嘆，只要有羅茜在身邊，心裡就覺得特別踏實。他突然開口問羅茜，你會永遠留在我身邊嗎？羅茜沒有猶豫，只要哥哥需要，他會一直守在這裡。但這句承諾背後真正的考驗才剛剛開始。看卡利安終於安靜下來，
羅茜以為他已經睡熟了，這種心之熱總這麼折騰可不行，下次必須得找他好好談談。不過眼下還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去處理。羅茜轉身離開了房間，可誰能想到門剛一關上，卡利安竟然睜開了眼睛，他一個字都沒漏掉，反覆念叨着羅茜剛才的承諾，既然說了會一直陪着，那這輩子你都別想從我身邊離開了。這下有意思了，原來他一直都在裝睡。羅茜這回真是豁出去了，為了掩人耳目，他竟然換上了這身行頭，把自己打扮成了一個俏皮的小男孩。卡利安看到這一幕，整個人都愣住了，這還是他認識的那個羅茜嗎？羅茜倒是挺得意，還故意湊過去問：“你看我這副樣子，能不能混進皇室後宮去？”這句話一出，卡利安徹底沒話說了。進後宮，他怎麼也沒想到羅茜的計劃竟然這麼離譜，這下事情真的要失控了。根據卡利安提供的線索，羅茜推斷出皇宮裡藏着一個大秘密，溫亞克家族的心之聖物很可能就躲在最隱秘的後宮裡。這下所有的事情都對上了。為什麼皇帝非要帶走卡利安？根本不是為了什麼皇室榮譽，而是要利用他身上守護星的氣息去壓制那件不穩定的聖物。卡利安在他們眼裡竟然只是一個好用的工具，這簡直太離譜了。羅茜心裡很清楚，這趟後宮他必須得去，因為卡利安才是聖物真正的主人。真相到底如何，去確認一下就知道了。羅茜這角色代入感也太強了，看着眼前的卡利安，他竟然覺得这就是自己可愛的親弟弟，還拍着胸脯保證讓弟弟儘管相信他這個當哥哥的。卡利安整個人都聽傻了，怎麼一轉眼的功夫，自己就這樣被分成了弟弟？為了這次潛入能萬無一失，羅茜不僅提前練習說話語氣，甚至還動用魔法微調了長相，把自己徹底變成了一個清秀少年。可他心裡還是犯嘀咕，既然偽裝的這麼完美，為什麼還是會被一眼認出來？還沒等他想明白，意外就發生了，路邊飛來一個足球，結結實實的砸在了他頭上。這下麻煩了，潛入計劃還沒開始，就先在大街上丟了人。被球砸中的羅茜可不是好惹的，她不僅沒哭，還氣勢洶洶地衝着那群小孩大喊：“撞了人，起碼要先說對不起吧！現在的孩子真是越來越沒禮貌了。”羅茜一邊揉着頭一邊抱怨，這副小大人的模樣讓旁邊的卡利安看得很是擔心，他趕緊湊過來查看羅茜的傷勢，生怕這一下把他給砸壞了。就在這時，路過的大嬸忍不住感嘆了一句：“你們這兩個小兄弟感情可真是好的沒話說。”羅茜一聽這話，立馬就來了精神，這不正是坐實身份的好機會嗎？他順桿爬得飛快，直接摟住卡利安的肩膀，大聲宣布：“沒錯，我們就是這世界上最好的親兄弟。”看着羅茜這副得意的樣子，卡利安雖然有點無奈，但也只能默認了這個新身份。看來這出戲是真的要演到底了。就在這時，真正的考驗來了。劍之首領歐文大步走來，他環顧四周，卻怎麼也找不到羅茜的身影。看着眼前這個戴帽子的小男孩，歐文一臉疑惑地問：“這又是從哪冒出來的小鬼？”羅茜一聽這話，心裡簡直樂開了花，他趕緊湊上去打招呼：“歐文大人，是我呀。”歐文整個人都愣住了，他怎麼也沒想到，眼前這個看起來挺精神的小伙子，竟然就是羅茜。羅茜還趁機表了個態，說自己特意扮成這樣，就是為了能變強一點，好在接下來的行動中保護大哥。看着羅茜這影后級別的演技，歐文也只能尷尬的應和着，說這偽裝確實挺讓人放心。羅茜這下徹底吃了一顆定心丸，連最熟悉的歐文都沒認出來，那潛入皇宮的計劃基本上就是穩了。不過皇宮這種地方規矩森嚴，歐文叮囑羅茜，只有家主和繼承人才能進去開會，他這個小跟班只能在外面待命。看着羅茜這身樸素的行頭，卡利安還是忍不住想吐槽：“你確定真的要穿成這樣去應付接下來的場面嗎？”羅茜倒是心態穩得很，擺擺手讓他儘管放心，只要不穿幫，穿什麼其實都無所謂。可就在兩人說話的時候，一個銀髮少年笑着走了過來，他熟絡地跟卡利安打着招呼。誰能想到，眼前這個笑眯眯的銀髮少年，竟然就是傳聞中那個變態皇帝，而且看起來比預想的要年輕得多。他一上來就擺出低姿態，說是要為昨晚的無禮行為向卡利安鄭重道歉，還解釋說自己只是想找繼承人敘舊。可話還沒說完，這皇帝竟然直接上手了，他一把抓住了卡利安的手，語氣變得曖昧不清。他說下次要找個安靜的地方跟卡利安單獨慢慢聊，還保證一定會安排的讓他滿意。這下羅茜徹底懵了，怎麼還是被這變態皇帝給盯上了？看着皇帝那副意味深長的笑容，羅茜只覺得脊背發涼，這到底是什麼離譜的品味？眼看卡利安就要被這皇帝給生吞活剝了，羅茜知道自己不能再躲了，再不出手自家大哥可就真成獵物了。他一個箭步衝了上去，死死抱住卡利安的手臂，扯開嗓門就開始演戲：“大哥，你不能丟下我啊！”這突如其來的變故讓皇帝也愣了一下，他打量着這個冒失的小鬼，顯然沒搞清楚狀況。羅茜趕緊換上一副笑臉，一邊替卡利安解圍，一邊大着膽子提議：“既然大哥忙着開會沒空，那陛下能不能行行好，乾脆帶我一起去玩呢？”這小鬼還真敢開口，居然想頂替哥哥跟人走，這下連皇帝都坐不住了。羅茜直接亮出身份，原來他就是溫亞克家那個傳聞中的神秘孩子。結果這皇帝越看越不對勁，盯着人家的臉一頓猛誇，甚至想把人帶去神殿。羅茜表面上笑嘻嘻，心裡早就把對方罵了100遍。這皇帝怕不是有什麼怪癖。皇帝轉頭看向卡利安，居然開口要借走這個弟弟，這下事情可真有意思了。看着羅茜這副真誠的樣子，卡利安最後還是心軟了。既然這小鬼這麼有自信，那就讓他去試試看吧。卡利安鄭重地把羅茜交到了皇帝手裡，雖然嘴上說着放心，但心裡估計還在打鼓。
皇帝倒是乾脆利落，領着人直接進了大殿，反手就給守衛下了死命令，誰都不許放進來，尤其是那些所謂的貴客。這人到底在防着誰？這下真的麻煩了。羅茜怎麼也沒想到，自己居然要跟這個怪皇帝單獨相處，連個保鏢都沒有。對方笑得越燦爛，羅茜心裡就越發毛，總覺得前面有什麼坑在等着他。皇帝突然換了個話題，開始聊起那些沉重的大陸歷史，尤其是那幾件消失的聖物。這種時候提這些，絕對不是為了聊天解悶，真正的目的馬上就要露出來了。這皇帝可真會演戲，一邊感嘆聖物下落不明，一邊自己偷偷藏着一件，這算盤打得也太響了。所謂的心之聖物，其實就是引發戰爭的禍根，多少人為了這點力量，把整個大陸鬧得天翻地覆。雖然現在表面上挺太平，但人類對權力的那點慾望從來就沒消失過，這位皇帝顯然也不例外。羅茜盯着他的背影，心裡已經把局勢看透了，想用這種鬼話來騙我，那你是真的找錯人了，居然敢打我哥哥的主意。羅茜在心裡已經把這皇帝罵了100遍，只要有他在，誰也別想動卡利安一根頭髮。就在這時，皇帝突然停下了腳步，指着眼前這扇華麗的大門，語氣輕鬆地說了一句：“我們到了。”還沒等羅茜反應過來，腳下的地面就開始劇烈晃動。皇帝轉過頭，意味深長地叫了他一聲。皇帝命令羅茜走進那團強光，就在羅茜看清光影中那把劍時，整個人都愣住了。那竟然是溫亞克家族尋找了很久的心之聖物，原來這件寶貝一直都被皇室藏在這裡。還沒等羅茜想明白是怎麼回事，一股強大的力量瞬間爆發，他的雙腳竟然離開了地面，身體完全不聽使喚，就這麼直勾勾地飄向半空。一人輕輕捧起羅茜的臉，嘴裡還在感嘆這孩子長得真漂亮。可下一秒，他的眼神突然變了。就在這一瞬間，羅茜頭上的帽子徹底滑落，那一頭亮眼的橙色長髮就這麼散在了光影裡。羅茜整個人都愣住了，這下徹底穿幫了。就在皇宮亂成一團的時候，幾大勢力的首領竟然破天荒地聚在了一起。多里安率先打破沉默，說要交代一件關於聖物的大事。這話一出，在座的幾個人都坐不住了。歐文直接點破了那個禁忌的名字，難道你說的就是那顆能讓人死而復生的復活水晶？多里安臉上的神情變得很微妙，他緩緩開口承認了，沒錯，事情確實是這樣。誰能想到，那顆能讓人起死回生的復活水晶，竟然在12年前就被人偷走了？雷吉奈氣得當場拍了桌子，這麼大的事，多里安竟然瞞了整整12年。多里安低着頭承認，原本以為靠自己的力量能找回來，結果到頭來一無所獲，只能厚着臉皮請大家幫忙。雷吉娜簡直不敢相信，12年的時間足夠讓所有的線索都斷乾淨了，這還怎麼找？就在大家一籌莫展的時候，路易斯突然看向了旁邊的埃爾澤娃，既然現在找不到，那就只能去問問未來了，畢竟埃爾澤娃的那只右眼可是能看透未來的聖物。埃爾澤娃緩緩摘下兜帽，露出了那張布滿傷痕的臉，他無奈地承認，如果復活水晶還在，他或許還能有辦法。原來他曾被野獸襲擊，一直指望能用聖物的力量治癒自己，可他怎麼也沒想到，多里安竟然把水晶弄丟了，而且一瞞就是12年。埃爾澤娃嘆了口氣說，真沒想到萊勒家族竟然也在12年前弄丟了自家的聖物。這話一出，雷吉娜整個人都僵住了，他敏銳地捕捉到了那個野字，立刻追問道，難道連你的預言之眼也是在12年前丟的？這下事情徹底大條了，所有的聖物竟然都在同一個時間點消失，這絕對不是什麼巧合。歐文忍不住冷笑了一聲，他看着在座的這幫大人物，簡直覺得荒唐透頂。堂堂幾大勢力的首領，竟然連自家最後的聖物都守不住，這事兒要是傳出去，簡直就是個天大的笑話。既然丟失的時間點都一模一樣，那真相只有一個，兇手肯定是同一個人。他環視了一圈，語氣變得咄咄逼人。事到如今，難道你們心裡真的沒數嗎？那個能把所有首領玩弄於股掌之間，還偷走所有聖物的人，到底會是誰？全場死一般的寂靜，沒人敢接這個話茬。這下全露餡了，對方一口叫出了他的真名：羅茜·溫亞克。羅茜趕緊解釋，說自己女扮男裝也是事出有因，連皇帝都被瞞過去了。誰能想到，竟然在這兒翻了車？可對方根本不吃這一套，反而步步緊逼，直接戳穿了他最深的秘密：你根本不是溫亞克家族的人，身上還帶着其他家族的味道，簡直是膽大包天。羅茜徹底愣住了，這個女人到底還知道多少？局面這下徹底失控了，羅茜心裡直打鼓。對方雖然看穿了她的偽裝，但好在還沒發現她重生的秘密，只要守住這個底線，就還有救。他還想據理力爭，強調自己也是溫亞克家的一員，結果對方根本不想聽這些廢話，直接把他的話給頂了回去。想要讓我看中你，行啊，那就給我找個帥哥過來。這要求直接把羅茜整懵了，本以為是生死較量，結果對方竟然是個顏控。羅茜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帥哥這種時候提這種要求，結果對方理直氣壯說自己就是喜歡美男子。羅茜這才反應過來，合着這地方搞出個逆後宮，全是因為這女人的個人愛好。這下誰都懵了，堂堂心之一物，竟然是個無可救藥的颜控。不過仔細一想，這不就是個現成的機會嗎？只要能投其所好，接下來的事情就好辦了。羅茜趕緊大喊，我知道一個頂級大帥哥，絕對符合你的口味。對方一聽這話，態度立馬180度大轉彎，你真的認識這種極品？為了保命，羅茜開始瘋狂吹牛，說自己認識的那個男人帥到連外星人看了都要流口水，還保證一定會把人帶過來。就在羅茜忙着忽悠的時候，另一邊的氣氛卻降到了冰點。萊勒家族現在徹底走投無路了，因為他們把最重要的心之一物弄丟了。
為了發動所有人去尋找，他們甚至拋出了一個瘋狂的誘餌，只要能找回遺物，就能無限次免費使用復活水晶，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各大家族的首領紛紛表態，答應全力配合搜尋。埃爾澤娃也當众承諾會出手，畢竟如果找不回遺物，他那只受傷的眼睛就永遠沒法痊癒。表面上大家都在幫忙，但背地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盤。搜尋行動正式拉開序幕，路易斯和雷吉娜各司其職，分別負責不同領地的調查。歐文也主動請纓，準備去阿比王國碰碰運氣。萊勒家族的人感激涕零，覺得這下終於有救了。但雷吉娜心裡很清楚，事情遠沒有表面上那麼簡單，因為就在12年前，所有的心之遺物竟然在同一時間全部離奇失蹤了。這絕對不是什麼巧合。他一邊想着，一邊把目光投向了旁邊的卡利安。難道說當年的真相和他有關？如果溫亞克家族的秘密被揭開，等待他們的恐怕只有死亡。看着眼前這個被洗腦的男人，雷吉娜心裡咯噔一下。這種級別的詛咒，普通人根本玩不轉，除非是那種頂尖的魔力高手。而在他的記憶裡，能做到這一點的只有一個人，那就是溫亞克家族的傳人，而且還得是繼承了他魔力的親傳弟子。當初第一次見到羅茜的時候，雷吉娜就被嚇到了，因為這孩子長得實在太像了，甚至連那種高階魔法都運用自如。可問題就在這兒，在雷吉娜家族的記錄裡，羅茜蒂那個孩子早在12年前就已經徹底沒命了。如果死人不能復生，那現在這個活蹦亂跳的羅茜到底是個什麼東西？一個本該消失的幽靈，竟然重新回到了棋局中心，這下全亂套了。雷吉娜心裡翻江倒海，難道那個已經死掉的孩子真的能跨越生死重新回來嗎？如果羅茜就是當年的那個羅茜蒂，那整個帝國的局勢都要變天了。與此同時，皇帝也沒閒着，他正守在門口，焦急地等待着派出去的小密探。看到羅茜推門出進來，皇帝趕緊湊上去打聽情況。他最關心的是印象到底怎麼樣，畢竟為了試探那個女人的底細，他連這種美男計都用上了。雖然派出去的是個小男孩，但這招投其所好真的絕了。現在就看羅茜帶回來的消息能不能印證他心裡的那個猜想。羅茜這回可不打算輕易罷休，他故意板着一張臉，質問皇帝是不是該交代點什麼。皇帝自知理虧，只能老老實實的道歉，承認自己為了討好那個女人，竟然搜羅了全大陸的美男，結果最後還是得靠溫亞克家的人。羅茜一聽這話，立馬抓住了他的小辮子，威脅說要把今天看到的秘密全部捅到家主那裡去。本以為皇帝會求饒，誰知道他竟然笑了。他不僅承認自己藏了心之遺物，還反過來提醒羅茜，要是家主真的知道了這件事，第一個倒霉的恐怕還不知道是誰呢。這下誰都懵了，皇帝這招反客為主，直接把羅茜給降死了。起初皇帝還以為這只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可他很快就意識到自己錯得有多離譜。這股力量的本質跟其他的心之遺物完全不同，它強大到了讓人絕望的地步，甚至被冠以大湮滅的名號。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他擁有抹除世間萬物的絕對權利，只要他想，一切存在都會瞬間化為虛無。皇帝握緊了拳頭，他第一次發現，原来真正的力量竟然會讓人感到如此恐懼。這已經不是能不能掌控的問題了，而是稍有不慎，整個世界都要跟着陪葬。皇帝的話絕不是危言聳聽，一旦幾大家族的平衡被打破，整片大陸都會陷入戰爭的泥潭。羅茜仔細琢磨了一下，覺得皇帝這次確實沒撒謊，但他心裡始終有個疑問，既然目標是心之遺物，為什麼一開始非要找他哥哥？羅茜乾脆直接把話挑明了，問皇帝當初是不是想利用繼承人，也就是他那個性格溫柔的哥哥。皇帝倒也坦誠，他說心之遺物這種東西往往更青睞心思单純的人，所以他才覺得羅茜的哥哥更合適。這個理由聽起來倒是挺像回事。羅茜雖然暫時被說服了，但心裡還是有點犯嘀咕。皇帝最後還不忘補上一句，說自己真的很後悔騙了羅茜，可在這場權力的遊戲裡，這種道歉到底有幾分真心，誰也說不準。羅茜最後還是心軟了，他答應皇帝不會把今天的事告訴家主，畢竟大人們總有些說不出口的苦衷。皇帝一聽這話，簡直像變了個人一樣，他激動地握住羅茜的手，非要讓羅茜以後管他叫叔叔。這突如其來的熱情把羅茜整得當場愣住，還沒等他反應過來，皇帝又提出要留宿他的家人。就在氣氛最尷尬的時候，皇帝突然話鋒一轉，問起羅茜是怎麼搞定心之遺物的，畢竟那東西平時可沒這麼安分。皇帝甚至懷疑是不是心之遺物看上羅茜了，羅茜只能在一旁尷尬的陪笑，心裡卻在打鼓，這下麻煩了，要是讓皇帝知道真相，接下來的局面恐怕更難收場。羅茜帶着卡利安在皇宮走廊裡鬼祟祟的走着，他示意卡利安小聲點，千萬別被巡邏的人發現。雖然嘴上說着對不起陛下，但羅茜腳下的步子可一點沒停，他心裡早就打好了小算盤。他是答應過皇帝不向家主告狀，可他從來沒說過自己不會私下摻活心之遺物的事。兩人就這樣神不知鬼不覺的來到了聖所的大門前，看羅茜這副志在必得的樣子，這下皇宮裡恐怕要變天了。卡利安還是不敢相信，那個傳說中的心之遺物竟然真的存在。羅茜一臉得意的炫耀，說這寶貝不僅認人，還專門挑長得帥的下手。就在卡利安還沒反應過來時，他居然已經替對方答應了，要帶他去見那個遺物。大人之間的那些彎彎繞繞，羅茜根本不在乎，他只知道這東西注定屬於他。這下事情變得有意思了，真正的計劃現在才要正式收網。羅茜心裡正打着如意算盤，只要心之遺物相中了卡利安，那就算是整個帝國出面，也別想把這寶貝留住。兩人悄悄溜到大門前，看着眼前這緊閉的入口，卡利安終於找到了目的地。
羅茜看出了他的遲疑，笑着問他是不是在緊張，還順手摸了摸他的頭。放心吧，像你這麼優秀的人，那遺物肯定一眼就相中了。羅茜笑着發出邀請，說要陪卡利安一起進去。這一幕看起來溫馨又美好。卡利安輕聲向他道謝，兩人合力推開了那扇散發着光芒的沉重大門。路易斯看着空蕩蕩的房間，整個人都僵住了。這絕對不可能，原本應該躺在這裡的身體竟然不見了。路易斯怎麼也想不通，就算過了12年，骨頭也不可能憑空化成灰，更何況棺材完全沒有被撬動的痕跡，這說明事情並不是最近才發生的。雷吉娜沉默着點了點頭，顯然她也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真相只有一个，早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人偷偷带走了罗茜蒂的身体。路易斯气得死死扶住棺材，到底是什麼樣的人，竟然連死者都不肯放過？路易斯突然想起一件事，羅茜蒂去世已經是12年前了，而那個時間點剛好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他懷疑偷走復活水晶的人和帶走羅茜蒂身體的很有可能是同一夥人。雷吉娜聽完陷入了沉思，雖然現在還沒有確鑿的證據，但這兩件事之間絕對有着某種不可告人的聯繫。雖然還猜不透對方的真實目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幫人籌劃了整整12年，絕對是在憋一個巨大的陰謀。局面越來越複雜了，真相背後的代價恐怕誰也承擔不起。羅茜蒂曾經是百年難遇的天才，更是家族未來的繼承人，可誰能想到所有的變故都發生在12年前。就在他去世的那一年，復活水晶離奇失竊，緊接着連他的遺體也消失不見了。而現在，一個長得和羅茜蒂一模一樣的小女孩就這樣突然出現在大家面前。雷吉娜越想越覺得不對勁，這世上哪有這麼多巧合？所有的線索都指向了同一個可能。這下事情真的鬧大了，她必須立刻去確認這個女孩到底是什麼來頭。那個突然出現的孩子，真的就是失蹤多年的羅茜蒂嗎？還沒等他理清頭緒，周圍的氣氛瞬間變了，一股極其恐怖的魔力波動像潮水一樣壓了過來，這股氣息強得讓人頭皮發麻。雷吉娜猛地看向遠方，那是聖所的方向，到底發生了什麼？竟然能鬧出這麼大的動靜？看來聖所那邊已經徹底失控了。聖所的人一見到羅茜，當場就炸鍋了。他憤怒地質問羅茜，到底帶了什麼怪物進來？羅茜還一臉無辜，覺得自己帶了個大帥哥過來，正打算顯擺一下呢，結果對方根本不領情，直接下了逐客令，還說聞到了一股惡心的味道。原來在聖所的人眼裡，卡利安身上纏繞着恐怖的黑影，簡直就是一個移動的危險源。聽到對方這麼羞辱卡利安，羅茜這下也不幹了，直接握緊拳頭對了回去。這還沒進門呢，雙方的火藥味就已經拉滿了。羅茜還在心裡替哥哥委屈，覺得聖所的人說話太難聽，可他根本沒意識到身邊的卡利安已經完全變了。這股壓抑不住的黑暗氣息預示着有人要倒霉了。還沒等羅茜反應過來，卡利安已經像離弦的箭一樣衝了出去。他一邊狂笑一邊喊着，終於找到你了，那語氣聽得人脊背發涼。誰能想到，在神聖的聖所裡，卡利安竟然直接對那個女人動手了。他緊緊握住利刃，這下事情徹底鬧大了，局面已經完全失控。羅茜的一聲尖叫，讓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他眼睜睜看着卡利安竟然直接伸手去抓那把聖劍，這下出大事了。那把劍散發出的力量，根本不是普通人能承受的。狂暴的電光瞬間纏住了他的手。羅茜嚇的話都說不利索了，他大喊着讓哥哥快鬆手，因為那隻手已經被灼燒得不成樣子了。可卡利安就像瘋了一樣，哪怕手要被廢掉，他也根本沒打算放開。他這完全是在玩命，為了拿到這股力量，他已經徹底豁出去了。卡利安現在的語氣簡直像變了個人一樣，他死死盯着手中的力量，冷笑着說，別再掙扎了，你遲早是我的。對方顯然寧死不屈，甚至威脅要同歸於盡。可卡利安根本不在乎，他眼裡的貪婪已經藏不住了。遠處的羅茜徹底看傻了，他心裡亂成一團，這樣下去哥哥肯定會沒命的。更讓他感到脊背發涼的是，眼前這個瘋狂的男人跟平時溫柔的哥哥判若兩人，完全就像是被什麼東西附身了。就憑你也想當我的主人？卡利安冷笑着說，一個連死都不敢的人說出這種話還真是有意思。難道你覺得靠這種手段就能欺騙星辰嗎？真正的力量徹底爆發，這才是帶來終結的暗之心，崩壞的混沌。說話注意點。卡利安冷冷地說，你不過是星辰裡誕生的塵埃，給我老實點。哥哥快住手。就在局面要失控的時候，羅茜突然衝出來，死死抱住他。你今天到底怎麼了？是不是出什麼事了？羅茜的聲音裡全是擔心。卡利安停頓了一下，低聲念着他的名字，羅茜。結果誰能想到，他手裡的那把劍突然炸鍋了，指着羅茜大喊，你這個滿嘴謊話的小騙子。這下輪到羅茜懵了，這把劍居然知道他的秘密。就在一瞬間，局面徹底失控了。卡利安突然倒地不起，羅茜嚇得大喊哥哥，但這把劍根本沒打算放過他。他變本加厲地質問，你已經騙了我2次了對吧？欺騙我的代價，你馬上就要全部還回來。眼看這把劍要動真格的，羅茜趕緊大喊，等一下，雖然我確實瞞了你，但我真的給你帶回來一個超級無敵大帥哥啊。這下連劍都沉默了，這種離譜的理由真的能保住他的命嗎？羅茜還在那兒據理力爭，要是連這張臉你都不滿意，那這星球上恐怕沒人能滿足你這個聖物了。結果這把劍直接炸毛了，他化成人形大喊，誰跟你說臉的事了？你給我看清楚，他身上纏繞的到底是什麼？那是一股極其不祥的黑色氣息。羅茜這下徹底看呆了，難道說哥哥最近變得這麼奇怪，全是因為這股力量？劍靈在心裡盤算着，看來只能先指望這個小女孩了。於是他順水推舟，沒錯，就是這東西
讓他發了瘋。局面越來越複雜了，羅茜真的能救回那個已經失控的哥哥嗎？跟我簽訂契約吧。圣物发出了最后的邀请，用我的力量去净化那个失控的东西。罗茜这下全明白了，这把剑是想让他直接成为星之圣物的主人。看着哥哥那双充满杀气的眼睛，罗茜知道他现在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短时间内根本恢复不了。本来是想让哥哥来掌控圣物，但现在看来必須先解決掉他身上那股髒東西。羅茜不再猶豫，一把抓住了懸浮在空中的劍柄。既然沒得選，那就借用一下你的力量吧。就在這一刻，契約正式達成，耀眼的光芒瞬間爆發，局面真的要徹底反轉了。明智的選擇，聖物發出了讚許，看來守護星也已經認可你了。羅茜整個人都愣住了，這就是聖物的真正形態嗎？他能感覺到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正湧入體內。看着眼前被黑氣纏繞的卡利安，羅茜終於有了底氣，只要有這股力量，就一定能讓哥哥恢復正常。他立刻發動攻擊，大喊一聲：“給我鎖住他的雙手！”金色的光芒瞬間化作鎖鏈，死死扣住了卡利安的手腕。這股突如其來的力量讓失控的卡利安根本無法反抗。羅茜拎着長劍一步步走近，語氣也變得強硬起來：“等回了家，你必須給我好好接受精神訓練。”臭哥哥，這下局面總算穩住了，但被強行制服的卡利安真的會乖乖聽話嗎？卡利安還沒反應過來怎麼回事，聖物已經開啟了物理超度模式，對着他身下的黑氣就是一劍，還順帶嘲諷了一句：“你居然會被這種低級玩意兒給騙了。”羅茜這下也開啟了毒蛇模式，一邊用力壓制黑氣，一邊大聲吐槽：“所以大家才說哥哥是個怪人，你知道我剛才有多難過嗎？”卡利安疼得直求饒，連話都說不完整了。羅茜卻異常冷靜：“別亂動，馬上就要結束了。”隨着最後一絲黑氣消散，羅茜終於鬆了一口氣，這折磨人的詛咒總算是徹底清理乾淨了。他收起長劍，看着癱在地上的哥哥說：“行了，你現在已經安全了。”黑氣雖然是沒了，但看卡利安這副懷疑人生的樣子，估計比起詛咒，妹妹剛才的毒蛇才更讓他頭疼吧。卡利安終於撐不住了，整個人直接倒在了地上。羅茜急得大喊：“哥哥！”趕緊衝過去查看他的情況。與此同時，皇宮裡的氣氛已經降到了冰點。歐文正對着皇帝當面硬剛，質問為什麼要偷走別家的傳家寶，還差點害得局面徹底失控。皇帝自知理虧，只能一邊道歉一邊勸他冷靜。但歐文現在根本不吃這一套，發生了這麼多事，沒當場翻臉已經是最大的克制了。歐文直接把話挑明，既然星之聖物已經認了羅茜為主，那這件寶貝就必須歸還給溫亞克家族。這下皇帝是徹底攤牌了，聖物已經到手，誰也別想再把它搶走。歐文這氣場簡直絕了，一句話就把皇帝堵得沒法反駁。緊接着他矛頭一轉，直接點名羅茜。羅茜嚇得一激靈，趕緊立正站好。歐文語氣嚴肅地說：“卡利安到底是怎麼回事？你待會兒的151給我交代清楚。”羅茜嚇得縮成一團，只能小聲答應着。結果歐文沒再多說什麼，只是叮囑他好好休息，就關門走了。羅茜一個人在房間裡犯嘀咕，這事兒不對勁啊，自己私闖聖地這麼大的罪名，竟然一個字都沒提。比起這個，他現在更擔心卡利安的情況。不行，得趕緊去看看哥哥。羅茜這小腦袋瓜裡到底在盤算什麼計劃？他能不能順利見到卡利安？聖物劍靈這下徹底鬧翻天了，指着羅茜大喊大叫，非要立刻去見卡利安，還放狠話，絕對不會放過他。羅茜站在原地一臉納悶，明明剛才已經把怪東西清理掉了，怎麼這劍靈還是這副隨時準備拼命的架勢？事情果然沒那麼簡單。就在卡利安休息的房間裡，那股詭異的黑氣竟然死灰復燃，甚至比之前還要濃郁。這股邪惡的意志在暗處低語，嘲諷卡利安一遇到羅茜就變得軟弱無能，甚至還動了殺心，打算親自動手除掉羅茜。卡利安雖然醒了，但眼神裡透着一股讓人發毛的冷意。羅茜能不能躲過這一劫？卡利安到底是被控制了，還是徹底黑化了？剛才那股殺氣騰騰的黑氣，這會兒竟然化成了一條毒蛇，直接在卡利安面前現了原形。卡利安語氣裡全是赤裸裸的威脅：“你要是真敢動那個念頭，大可以試試看，到時候誰也別想活着離開。”羅茜現在滿腦子問號，這個所謂的崩壞混沌到底是什麼鬼？星之遺物解釋，那是終結，是這世上最倒霉最邪惡的東西。雖然頂着星之遺物的名號，但這說話的語氣真是讓人聽了就火大。更糟糕的是，剛才那一下只是暫時趕走了他，那東西根本沒死，他現在就躲在某個角落，盯着所有人，隨時準備捲土重來。星之遺物表情嚴肅，他說：“崩壞混沌既然已經露面，就意味着更大的麻煩還在後頭，這世界馬上就要變天了。”他提醒羅茜，接下來的每一步都得打起精神。羅茜提議主動出擊，結果這女人的畫風轉得太快，居然開始聊起路上的肌肉男了。雖然話題跑偏了，但羅茜心裡很清楚，事情絕對沒那麼簡單。能讓星之遺物都這麼忌憚，這東西恐怕根本不是普通的怪物。羅茜怎麼也想不通，那種邪惡的東西為什麼偏偏盯上了卡利安？不管他到底想要什麼，只要那玩意兒敢再露面，羅茜發誓絕不放過他。他握緊手中的劍，已經做好了拼命的準備。可另一邊，卡利安的情況卻很不妙，那股紫色的黑影正纏繞在他身上，對方顯然已經察覺到了星之遺物正在附近，看來這回是真的藏不住了。這條紫色巨蛇冷笑着說：“卡利安的口氣倒是不小，剛才明明都已經命懸一線了。”他警告卡利安聽清楚，他們現在是共生關係，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要是卡利安受了致命傷，他也絕對不會好受，所以最好別逼他對那個女孩動手。
可面對這種恐怖的威脅，卡利安竟然完全沒聽進去。他滿腦子想的都是羅茜現在已經能拿穩刀叉了，這心可真夠大的。這條蛇現在後悔的不行，覺得自己選錯了宿主。他盯着那把心之遺物，提議說：“既然羅茜還沒法完全掌控，不如趁現在趕緊搶過來，這可是個趁火打劫的好機會。”卡利安卻表現得很淡定，他說：“既然神器已經認主，那別人就肯定沒戲了。而且在他看來，這把劍留在羅茜手裡才最完美，因為這事兒變得越來越有意思了。他甚至在想，也許他的小公主會成為唯一一個能殺掉他們的人，但同時，他也是這世上唯一會愛他，並且拼命保護他的人。”這條蛇的話真是字字扎心。他冷笑着問卡利安：“如果羅茜知道了你的真面目，他還會像現在這樣對你嗎？”卡利安沉默了，這個問題他根本不敢深想。就在這時，一名女僕端着熱茶推門進來，這簡直是撞在了槍口上。卡利安盯着她，突然冷不丁地問了一句：“你是不是很怕我？”女僕被這陰冷的氣氛嚇得不輕，連話都說不利索了，只能找借口說自己是凍着了。看來卡利安身上的黑暗氣息已經快要藏不住了。卡利安盯着眼前的女僕，說話阴陽怪气的。他說：“那你可得小心點，萬一待會兒打碎了杯子，後果你可承擔不起。”女僕被嚇得大氣都不敢喘，只能一個勁地低頭道歉。卡利安顯然已經沒了耐心，直接讓她放下茶，趕緊滾。就在女僕落荒而逃的時候，門口突然傳來一個清脆的聲音，羅茜像個小太陽一樣出現了。她歡快地喊着哥哥，問卡利安是不是已經醒了。剛才還滿臉陰沉的卡利安一聽到這個聲音，整個人瞬間就變了樣。看來在這個家裡也只有羅茜能治得了他了。一見到羅茜，卡利安的神情溫柔得不像話，剛才那種陰冷的氣息全沒了。羅茜滿臉都是擔心，一個勁地叮囑他要好好休息，千萬別硬撐着。可當羅茜問起神廟的事，卡利安卻突然皺起了眉頭。他說自己的記憶好像斷片了，怎麼都想不起來。羅茜一看他這麼難受，趕緊擺手說：“想不起來就算了，千萬別難為自己。”他甚至還湊到跟前小聲嘀咕：“那個叫什麼混沌的破玩意兒，到底是怎麼欺負你的？”看着羅茜這富戶獨子的模樣，卡利安臉上的表情變得有些耐人尋味了。羅茜這下差點說漏嘴，卡利安敏銳地追問了一句：“你剛才到底在說什麼？”羅茜心裡咯噔一下，她發現哥哥好像完全不記得之前發生的那些怪事了。為了不讓虛弱的哥哥受刺激，羅茜決定先把真相瞞着。她趕緊打了個馬虎眼，說只要哥哥身體好就行。卡利安雖然嘴上答應着，但那負心不在焉的樣子，顯然還是讓人放心不下。羅茜盯着哥哥看了半天，突然像是下定了什麼決心。她說：“哥哥，我剛才想到了一個主意。”看羅茜這副認真的表情，估計她是憋了什麼大招。羅茜說：“等回家之後，得趕緊給卡利安找點靈藥。”卡利安聽得一頭霧水。羅茜解釋說：“那是為了壓制他體內的心熱症，畢竟卡利安都已經15歲了，馬上就是個大人了，總不能一直靠着他的搖籃曲入睡。”羅茜覺得卡利安必須學會自己掌控魔力，只有身體和精神都穩定了，才不會被那個叫混沌的家伙鑽空子。他還特別貼心地問卡利安，是想把藥做成戒指還是項鏈，這樣就能每天貼身戴着。看着羅茜忙前忙後的樣子，卡利安沉默了片刻，終於開口想要說些什麼。面對羅茜精心準備的提議，卡利安竟然直接拒絕了。他說自己壓根不需要什麼靈藥，更不需要什麼承載魔力的飾品。卡利安就這麼直勾勾地盯着羅茜，語氣溫柔的讓人心顫。他說：“只要有你在我身邊，這就已經足夠了。”這突如其來的直球告白，讓羅茜整個人都愣在了原地，半天沒反應過來。看來在卡利安眼裡，任何神藥都比不上羅茜的陪伴。結果羅茜根本不吃這一套，她急得直跺腳：“你到底有沒有在聽我說話？你現在需要的是靈藥。”卡利安卻突然湊近：“那不如你直接當我的靈藥吧。”羅茜想都沒想就拒絕了，這可不是開玩笑，把人變成灵藥風險實在太大。這下輪到卡利安沒話說了，浪漫氣氛瞬間全無。羅茜還在苦口婆心的勸說，萬一作為靈藥的人先出事，那另一半這輩子就徹底毀了。這種悲劇歷史上多的是。卡利安聽完不僅沒害怕，反而盯着羅茜說：“反正你遲早也要找靈藥，不如我們互相成為對方的靈藥吧。”這下羅茜徹底無語了，她今天怎麼這麼固執，居然能說出這種離譜的話？看来卡利安根本不明白互相成為靈藥意味着什麼，那可是只有生死相依的戀人才會許下的誓言。他看着眼前這個天真的哥哥，一時間竟然不知道該怎麼接話。羅茜一句話直接劃清界限，這種事可不是家人之間該做的。聽到家人這2個字，卡利安整個人都沉默了，顯然這個回答不是他想要的。羅茜心裡也犯嘀咕，壞了，他該不會是生悶氣了吧？不過他覺得卡利安遲早會明白自己的苦心，現在的當務之急是趕緊回國，必須在情況惡化之前幫卡利安找到真正的靈藥。只是他還沒意識到，卡利安想要的根本不是藥，該來的還是來了。家主突然派人傳喚羅茜，這一關他無論如何都躲不掉。羅茜心裡直打鼓，卡利安變成現在這樣，歐文肯定要找他要個說法，這頓罵估計是挨定了。他不停地安慰自己，只要實話實說就行，應該不會出什麼大事吧。可等他推開門，整個人都愣住了。房間裡坐着的可不止歐文一個人，連埃爾澤娃這些大人物全都在場。這陣仗明顯不對勁，看來今天要談的事比他預想的要嚴重得多。羅茜禮貌地打了個招呼，結果卻碰了一鼻子灰。埃爾澤娃和多里安不僅沒理他，反而用一種奇怪的眼神盯着他看，這氣氛明顯不對勁。羅茜心裡直犯嘀咕，這幫大人物今天是怎麼了？難道集體心情不好？
他不敢多待，趕緊一路小跑去找歐文，本以為能在那兒鬆口氣，結果歐文一開口就把他給問住了。歐文問他有沒有把那個叫大殲滅的遺物平安地帶回來。羅茜這下徹底懵了，什麼大殲滅？他根本連聽都沒聽說過。提到遺物在哪，羅茜就開始支支吾吾。他說東西丟在訓練場了，可真正的理由他哪好意思說出口啊？總不能告訴歐文是因為看帥哥肌肉太入迷，才把這麼重要的東西給落下了吧？好在歐文沒在這個問題上糾結，他直接切入正題，想知道昨天到底發生了什麼。羅茜老老實實交代了經過，承認自己確實動用了心之遺物，才把那個怪物給解決掉。歐文聽完陷入了沉思，他現在最擔心的不是那個怪物，而是動用了那種力量的羅茜身體到底有沒有出問題。羅茜趕緊解釋說那個怪物其實是衝着哥哥去的。歐文聽完嘆了口氣，只要你們兩個平安就好。不過歐文心裡也有自己的小算盤，他甚至覺得要是卡利安那小子能一直睡下去，倒也不是什麼壞事。看着羅茜一臉認真的樣子，歐文忍不住伸手摸了摸他的頭，他說關鍵時刻羅茜確實是個靠得住的孩子，能被心之遺物選中，說明羅茜身上有着不尋常的力量。歐文雖然嘴上在誇獎，但眼神裡卻透着一絲複雜，因為他心裡清楚，並不是所有人都樂意看到羅茜掌握這種力量。既然他已經成了那把劍的主人，接下來的路恐怕就沒那麼好走了。歐文提醒羅茜，其他家族很可能會開始牽制他。羅茜聽完愣住了，為什麼要針對他？他這才反應過來，那些大家族最看重力量平衡，自己現在掌握了心之遺物，無疑是打破了這種平衡。難怪剛才多里安那些人看他的眼神那麼不對勁，原來自己已經成了众矢之的。就在羅茜感到不安的時候，歐文給了他最硬核的承諾，他說不管是怪物還是其他家族，溫亞克家族都會死保他到底。有了歐文這句話，羅茜心裡總算踏實了，他用力地點了點頭，只要有家族當靠山，接下來的麻煩他都不怕了。羅茜這會兒心裡正美滋滋的，雖然被其他家族盯上挺麻煩，但能得到歐文大人的親口承諾，他覺得這點風險也值了。結果他光顧着高興，走路完全沒看路，直接一頭撞在了別人身上。羅茜被撞得暈頭轉向，趕緊一邊揉着腦袋一邊道歉。可當他抬起頭看清對方的臉，整個人瞬間就僵住了。对方推了推眼鏡，語氣聽起來倒是挺紳士。他伸出手問羅茜有沒有受傷，可這突如其來的關心反而讓羅茜出了一身冷汗。男人表現得非常紳士，他主動道歉，還禮貌地向羅茜伸出了手，仿佛剛才的碰撞真的只是個意外。可羅茜整個人都僵住了，他死死地攥住裙角，甚至不敢去接對方的手，因為眼前的這張臉勾起了他最深層的恐懼。他就是12年前親手殺掉他的那個人。回到12年前，吉爾格斯家族的继承人之戰，全場都在屏息以待。一個是公認的最強天才阿爾菲恩，另一個是被稱為玫瑰公主的羅茜蒂。這場對決注定要變天了。阿爾菲恩率先發難，想要徹底結束這場戰鬥，可羅茜蒂根本沒把這攻擊放在眼裡。誰能想到，就在勝負將分的瞬間，局面徹底失控了。羅茜蒂倒在血泊中，徹底愣住了。這根本不是他想要的結果，這根本不是普通的決鬥。阿爾菲恩竟然下了死咒，這是想要羅茜蒂的命。羅茜蒂怎麼也想不通，曾經并肩作戰的同伴為什麼要對自己下這種毒手？眼前的阿爾菲完全變了，那股漆黑不祥的魔力正一點點吞噬掉所有的理智。這下真的麻煩了，這場繼承人之戰已經變成了一場單方面的屠殺。羅茜轉身後聽到的第一個消息就是阿爾菲恩成了繼承人，這位置是怎麼搶來的？他心裡比誰都清楚。仇人見面分外眼紅，羅茜恨不得現在就動手，可他突然盯住了對方的脖子，那條項鏈絕對有問題。阿爾菲恩察覺到了異樣，笑着問他是不是認識這寶貝。羅茜只能趕緊找借口敷衍過去。阿爾菲恩還在那不停地顯擺，說這叫什麼星象儀，是他們家族每個人都有的武器。他還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覺得羅茜這種外人根本看不懂。可他做夢都想不到，真正的正主就站在他面前。羅茜心裡已經徹底炸了，什麼家族標配，這分明就是他前世貼身用的那一個。他死死盯着那顆珠子，腦子裡只有一個念頭，自己的遺物為什麼會在仇人手裡？阿爾菲恩看他盯着不放，還笑着問他是不是感興趣。這下事情真的變複雜了。阿爾菲恩居然這麼大方，主動把項鏈遞給羅茜，讓他摸摸。看着這件前世的遺物，羅茜的手差點就不听使喚了。可就在指尖要碰到的一瞬間，他突然意識到一個致命的問題：如果他這個原主人碰了項鏈，星象儀肯定會當場激活。真要到了那個時候，他的身份就會徹底穿幫，在這仇人面前簡直就是送死。羅茜嚇得趕緊把手縮了回來，隨便找了個借口想糊弄過去，說下次有機會再看他施展魔法。阿爾菲恩倒是沒起疑心，笑着答應了他的請求。羅茜這回算是撿回一條命。阿爾菲恩客套了2句，就帶着那條項鏈轉身離開了。羅茜死死盯着他的背影，心裡全是那件被奪走的遺物。雖然不知道東西為什麼在他手裡，但他已經做好了打算，只要等自己的力量恢復，他不僅要拿回屬於他的東西，還要跟這個仇人親手算賬。真正的復仇計劃現在才剛剛開始。誰能想到，剛才那場看似偶然的相遇，竟然是一個精心設計的陷阱。阿爾菲恩一回來就找雷吉娜復命，原來他們早就懷疑羅茜的身份了。那條項鏈根本不是什麼顯擺，而是專門用來釣魚的誘餌。結果呢，羅茜看到項鏈時的反應，已經徹底暴露了他自己。
雷吉娜現在100%確定，那個小女孩就是轉生回來的羅茜蒂。既然身份已經瞞不住了，這群幕後大佬接下來打算怎麼處置她呢？多里安坦白說，他起初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他親身感受到了從羅茜身上散發出的那股力量。誰能想到，失蹤已久的復活水晶竟然真的藏在这個小女孩體內？埃爾澤娃這下坐不住了，他最擔心的是，劍之首領歐文到底知不知情？多里安搖了搖頭，他猜不透歐文在想什麼，但眼下最棘手的其實是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羅茜現在不僅是聖物的主人，還讓溫亞克家族的勢力徹底失衡，這簡直是要變天了。為了拿回屬於自家的聖物，這群大佬正聚在一起商量對策。結果就在這時，歐文竟然大搖大擺地推門進來了。他這一出現，屋裡的氣氛瞬間降到了冰點。埃爾澤娃根本沒打算跟他客氣，直接當面質問：“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那個孩子是靠復活水晶重生的？”面对這種要命的質問，歐文到底會怎麼回答？歐文這下真的被逼到牆角了，他沒想到對方竟然調查得這麼深，局面已經完全脫離了掌控。面對質問，歐文還想裝傻混過去，但埃爾澤娃根本不吃這一套，甚至放出了最殘忍的狠話：“既然你不肯配合，那我們就只能剖開那孩子的身體，強行把聖物取出來。”這句話一出，歐文徹底被激怒了，他直接當眾攤牌：誰要是敢動那個孩子一根汗毛，就是跟整個溫亞克家族宣戰。可雷吉娜心裡清楚，羅茜體內的那個聖物才是所有麻煩的根源，因為它比任何東西都要危險。這幾大勢力要是真打起來，後果簡直不敢想象。談判陷入了僵局，雷吉娜開始當众翻舊賬，她質問歐文：溫亞克家族手握這麼恐怖的力量，誰能保證你們以後不會反水？歐文還沒來得及反駁，雷吉娜就露出了真正的獠牙，她一字一頓地說：羅茜、溫亞克把那個孩子交給帝國，這哪裡是商量，這分明是要把羅茜往火坑裡推，把羅茜交出去。歐文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這玩笑開得也太大了。雷吉娜還在那兒粉飾太平，說什麼只是讓羅茜在帝國和王國之間來回走動。歐文一眼就看穿了，這不就是把他當成人質嗎？就在這時，埃爾澤娃終於坐不住了，他提醒歐文，羅茜身上可不只有毀滅的力量，還藏着家族最重要的聖物。這下麻煩了，羅茜到底還隱藏着什麼秘密？這幫老家伙又在拿聖物說事，口口聲聲說沒找回水晶之前，他們有權管教羅茜。多里安更是直接放狠話，問歐文是不是真打算跟其他超越者家族撕破臉。局面僵持不下，歐文卻表現得出奇冷靜，他提議直接去問羅茜，不管別人怎麼想，他這次決定聽那孩子的，羅茜想怎麼選他就怎麼做。一直沉默的路易斯看着眼前的爭執，心裡卻在盤算着別的事。就在小路易斯最危險的時候，羅茜蒂突然出現了，他關心地問了一句：你沒事吧？還沒等對方反應過來，羅茜蒂就隨手露了一手，直接把那頭凶猛的野豬關進了金色的結界裡。這下安全了。看着眼前這個厲害的大姐姐，路易斯整個人都愣住了，結結巴巴地問她是誰。羅茜蒂大方地伸出手，笑着說：我叫羅茜蒂，很高興認識你。誰能想到，本該在繼承人之戰中死去的她，竟然又活生生地出現了。而且羅茜蒂現在還縮水，成了個小不點羅茜。現在的局面非常糟糕，羅茜身邊幾乎全都是敵人，那幫老家伙各懷鬼胎。但路易斯心裡清楚，最危險的其實是那個一直守在他身邊的卡利安。為了不讓羅茜落入卡利安手中，路易斯決定必須把他留在帝國境內，就像當年他救了自己那樣。這一次輪到自己來守護他了。路易斯能從卡利安手裡搶人嗎？深夜的府邸裡並不太平，羅茜剛聽到一個驚人的消息，帝國竟然指名道姓要找他。他有些不敢相信，難道是因為自己覺醒了那個恐怖的大湮滅？歐文無奈地嘆了口氣，事實確實如此。現在的羅茜已經成了眾矢之的，其他家族的首領們看到羅茜成了聖物的主人，一個個都坐不住了。這下麻煩大了，羅茜該如何面對這些貪婪的家伙？歐文盯着眼前的羅茜，心裡卻藏着一個驚天大秘密。那些首領們不僅盯上了聖物，還盯上了羅茜體內的復活水晶。這件事他打算先瞞着羅茜，畢竟他現在還太小，根本不知道自己身體裡到底藏着什麼樣恐怖的力量。歐文放輕聲音說：你現在還小，家族會保護你的安全，你想留在這裡嗎？就在羅茜猶豫不決的時候，一個憤怒的聲音突然在大廳裡炸響，這絕對不可能！卡利安拖着受傷的身體下床，他絕不同意把羅茜留在帝國。卡利安這次是鐵了心了，既然不讓帶走羅茜，那他也乾脆留在帝國不走了。歐文趕緊出面攔着，提醒他超越者不能隨便離開領地，能給羅茜開個特例已經是極限了。但卡利安根本聽不進去，管他什麼法律，還是父親的命令，誰也別想讓他把羅茜交出去。羅茜在一旁聽得心驚肉跳，他心裡很清楚，如果真的跟這些首領鬧翻，這就不只是家族矛盾，而是要演變成國家大事了。眼看卡利安越說越激動，羅茜趕緊拉住了他，他知道再這樣下去，局面就真的沒法收場了。羅茜會做出什麼樣的選擇？看着哥哥為了自己要跟全世界作對，羅茜終於站了出來，他說自己已經想好了，既然大家都不肯讓步，那就各退一步。他願意每年多去帝國小住一段時間，用這種方式來維持平衡。歐文聽完沉默了片刻，他知道這個決定對一個小女孩來說有多麼不容易。他答應羅茜會去說服其他的首領，雖然局面暫時穩住了，但卡利安顯然無法接受這個結果，他一句話都沒說，轉身就消失在了走廊盡頭。看着哥哥離去的背影，羅茜心裡也亂成了一團，這真的是最好的解決辦法嗎？深夜的花園裡，羅茜正提着裙子到處找人，剛才卡利安一言不發地走掉，可把他給急壞了。
找了半天，終於在露台的角落裡發現了那個落寞的身影。卡利安正一個人躲在那兒生悶氣，羅茜趕緊湊過去哄他：“哥哥，你理理我嘛，幹嘛一個人躲在這裡啊？快打起精神來，好不好？”他像個小大人一樣，輕輕拍着卡利安的後背，想讓他心裡能好受一點。可卡利安還是沒說話，月光照在他的臉上，眼角的淚水根本藏不住。他是真的捨不得羅茜離開。看到卡利安眼角的淚水，羅茜整個人都愣住了。他沒想到這個平時高冷的哥哥竟然會因為這件事哭出來。卡利安緊緊抓着羅茜的手，聲音裡全是委屈。他一遍又一遍地質問：“為什麼要留在這裡？明明答應過要一直陪着他的。”面對哥哥的控訴，羅茜一時間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他只能小聲解釋，說自己已經做出了決定。但其實羅茜心裡早就有了更深層的打算。雖然她現在是溫亞克家的女兒，但她真正的靈魂其實是來自吉爾格斯的轉生者。她在等一個時機，等卡利安真正長大獨立。到那時候，她前世的力量也會徹底覺醒。卡利安還是不肯死心，他卑微地拉着羅茜的手，只要羅茜答應不留在這裡，他現在就帶她回家。羅茜覺得哥哥太敏感了，他解釋說自己只是去帝國待幾年，又不是永遠不回來了，每隔1年他都會回來看他的。可這句話徹底點燃了卡利安，他大聲反駁道：“問題就在這裡，帝國憑什麼要偷走你一半的人生？”他突然停了下來，語氣變得異常低沉：“羅茜，沒有你我真的活不下去，你難道就能離開我嗎？”看着卡利安痛苦的樣子，羅茜心裡猛地一沉，她這才意識到哥哥對她的這份感情遠比她想象的要沉重得多。其實羅茜心裡藏着個大秘密，前世的吉爾格斯家族簡直就是個冰冷的決鬥場，所有人都在為了生存互相殘殺，在那樣的環境裡長大，根本談不上什麼親情，除了利用就是背叛。所以這一世誰也別想動他的哥哥，還有他最信任的歐文大人，這就是他活下去的全部意義。羅茜這回真是大方，直接拍着胸脯保證要送給卡利安一個願望。卡利安先是愣了一下，但他反應很快，這可是個難得的機會。他笑着說：“這個願望先存着，等以後想好了再用。不過他有個條件，羅茜必須對着溫亞克之心起誓，絕對不能反悔。”羅茜想都沒想就答應了。誰能想到這個隨口許下的承諾以後會變成什麼樣呢？羅茜這次是認真的，他以溫亞克家族的名義起誓，一定會實現卡利安的一個願望。這一刻，兩人的命運徹底綁在了一起，誰也別想輕易放手。從那天起，羅茜就開始了雙城生活，每年都要在帝國和王國之間兩頭跑。本以為日子會過得很辛苦，結果意外的安穩，甚至還有點悠閒。尤其是到了帝國之後，真正的精彩才剛剛要開始。在羅茜還是羅茜弟的前世，他心裡一直有個最敬仰的人，那就是雷吉娜大人。沒想到這次來帝國，兩人竟然真的重逢了。就在這片陽光明媚的花園裡，雷吉娜笑着打招呼，客氣地寒暄了幾句。羅茜表面上禮貌回應，心裡卻早就翻江倒海了。他多想衝過去喊一聲師父，可現在的他只能把這個秘密爛在肚子裡，以一個陌生人的身份重新開始這段緣分。日子一天天過去，羅茜在德爾菲安帝國迎來了他的16歲。本以為生活會一直這樣美好，可誰能想到阿爾菲恩竟然徹底變了臉。他揮動手中的武器，大喊着要結束這一切。羅茜根本來不及反應，就被冰冷的利刃貫穿，倒在了血泊之中。他死死盯着眼前的男人，心裡滿是不甘。阿爾菲恩，你竟然真的敢對我下死手！羅茜猛地從床上坐起來，剛才那個夢實在太真實了，又是前世被殺掉的那個瞬間。最近這段時間，這種噩夢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仿佛那個可怕的大毀滅又要重新上演一遍。就在他還沒緩過神的時候，耳邊傳來了溫柔的聲音，建林正坐在床邊守着他。羅茜只能強撐着讓自己冷靜下來，可心裡的不安卻怎麼也揮之不去。夢裡的那些畫面真的只是過去的回憶嗎？還是說更大的危機正在悄悄逼近？建林興致沖沖，非要拉着羅茜去訓練場，說大清早的正是看帥哥練肌肉的好時候。羅茜一臉無奈，心想這位大人的愛好真是一點都沒變。到了地方一看，場上果然熱鬧得很，一群騎士正練得起勁。羅茜一眼就看到了路易斯，興奮地揮手大喊他的名字，生怕別人聽不見。結果路易斯臉都黑了，趕緊跑過來，壓低聲音說：“不是告訴過你，別在外面這麼大聲叫我嗎？”雖然路易斯一直在趕他走，但羅茜心裡很清楚，他必須留在這裡，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阻止那個可怕的大毀滅。羅茜看着眼前的男人，思緒卻飄回了前世。那時候的路易斯還是個跟在他身後的小屁孩，明明當時個頭那麼小，卻總是拿着棒棒糖一本正經地跟別人炫耀，說羅茜是他的未婚妻。誰能想到，簡直就是一眨眼的事，當年的小不點竟然長成了這麼高大的男人。路易斯板着臉，語氣聽起來很不耐煩。他說：“別讓我再說第二遍，你已經不是小孩子了，以後少往這種地方跑。”路易斯看着羅茜，心裡真是又氣又急。這姑娘表現得也太淡定了，簡直像個沒事人一樣。路易斯忍不住想，難道她就一點危機感都沒有嗎？這種時候還敢到處亂跑？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身上同時帶着大毀滅和復活水晶的力量，這要是傳出去，多少人會盯着他不放。他沒猜錯，真正的危險已經盯上他了。多里安正躲在暗處，像盯着盤子裡的獵物一樣，死死盯着羅茜。他正急切地尋找機會，想要把羅茜徹底解剖研究。這下麻煩真的大了。為了保住羅茜，路易斯在背後操碎了心，他不停地給皇帝寫信，甚至親自去面見陛下，就是為了把多里安那個瘋子徹底擋在帝國大門外面。可這種攔截到底還能撐多久？路易斯心裡也沒底。結果他一回頭，發現羅茜
正開心地追着蝴蝶，嘴裡還喊着好可愛。路易斯簡直要崩潰了，這姑娘是真的沒心沒肺，難道她壓根就不知道那塊足以毀滅世界的水晶現在就在她自己身體裡嗎？照這麼下去，局面遲早要失控。羅茜已經在算着日子了，再過幾天她就能动身回到王國。她現在滿腦子想的都是趕緊見到歐文大人，還有自己的親哥哥。她甚至還在擔心哥哥會不會因為太想她，正躲在哪個角落偷偷哭鼻子。深夜的城堡裡傳出了一聲凄厲的慘叫，有人在驚恐地大喊：別過來，千萬別過來，你這個怪物！黑色的陰影穿透了胸膛，現場只剩下死一般的寂靜。卡利安就那樣靜靜地站着，任由血跡濺在臉上，他的眼神冰冷得沒有一絲溫度，這才是他最真實的一面吗？如果讓羅茜看到這一幕，故事恐怕要徹底變樣了。就在這時，身後突然傳來一個聲音：吃完了嗎，卡利安？歐文面無表情地走近，語氣平淡得讓人發毛。卡利安轉過身，隨手抹掉嘴角的血跡。原來是您啊，父親。這父子倆的對話聽着可一點都不像在敘舊。看着滿地的狼藉，歐文終於忍不住開口：你這種壓制病痛的方式是不是太極端了？卡利安卻笑得一臉無所謂，這有什麼問題嗎？我殺的可都是罪大惡極的人，治安變好難道不是好事？雖然這話沒法反駁，但歐文心裡很清楚，這孩子現在的狀態已經到了失控的邊緣。誰能想到僅僅是因為羅茜不在身邊，卡利安竟然會變成這副模樣？這種病態的執念遲早要出大事。卡利安有些不耐煩：您大半夜跑過來，難道就是為了教訓我嗎？歐文搖了搖頭，從懷裡掏出一封信：我是來給你送東西的，這是羅茜寄來的信，拿着吧。聽到罗茜的名字，卡利安瞬間变了個人，剛才那股陰沉竟然全沒了。他趕緊接過信，嘴裡還念叨着上一封信都是1周前了。他迫不及待地拆開信封，心裡全是期待。這次信裡到底寫了什麼呢？看來能讓這個瘋子冷靜下來的，這世上也就只有羅茜了。羅茜在信裡輕聲問候：哥哥，你最近好嗎？謝謝你的回信，看到你信裡寫滿了想見我，我真的很心疼。不過別擔心，再等我1個月，我就能回家了。我也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想見你。看着這些溫柔的字眼，卡利安終於露出了笑容。原來羅茜的心情和我是一樣的，可即便如此，他心裡的那股焦躁還是沒能平息。他低聲呢喃：羅茜，我真的快要等不及了，我的公主，我馬上就去見你。可另一邊的羅茜卻正對着眼前的景象發愁。建林抱着個巨大的酒杯，非要拉着他一起喝，還美其名曰要沉醉在氣氛裡。羅茜一臉無奈：你自己明明都喝不了，幹嘛非要抱着個杯子不撒手？面對這種無厘頭的邀請，羅茜直接選擇開溜：我先撤了。他現在只想一個人靜靜，卻根本不知道那個危險的哥哥已經快要到家門口了。回想起這4年的生活，為了躲避追蹤，幾乎每年都要搬家，這種日子什麼時候是個頭？羅茜忍不住嘆了口氣，帝國的生活簡直無聊透頂，唯一能讓他喘口氣的也就只有路易斯了。虽然路易斯嘴上嫌他煩，但好歹是個能說話的人。羅茜怎麼也沒想到，竟然能聽到關於自己的驚天大八卦。路人居然管她叫基爾格斯的玫瑰公主，這稱號讓她當場愣住。更離譜的還在後面，那2個看起來挺嚴肅的男生，竟然在遺憾沒能跟她搭上話。其中一個甚至自曝說自己以前還是羅茜後援會的成員。羅茜聽得整個人都傻了，後援會那種東西居然真的存在過。她一直以為以前大家總是躲着她，是因為討厭或者排擠，結果真相竟然是因為她長得太漂亮，大家伙兒都害羞，根本不敢跟她說話。這簡直是只有她自己被蒙在鼓裡的真相。原來那些所謂的疏遠，全是因為不敢靠近的崇拜。羅茜現在的心情估計比撞了鬼還要複雜。看着水面上的倒影，羅茜發现了一個細思極恐的秘密，她的長相竟然在悄悄改變。這並不是錯覺，最近這段時間，她發現自己長得越來越像前世的那張臉了。難道說靈魂沒變，身體的長相也會跟着改變嗎？這個念頭讓她陷入了沉思。就在這時，身後突然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你是在欣賞自己的倒影嗎？羅茜猛地停下動作，這聲音再熟悉不過了，是阿爾菲恩。他竟然已經走到了這麼近的地方，而羅茜刚才竟然完全沒察覺，這下麻煩大了。最不想見的人偏偏在最尷尬的時候出現了。阿爾菲恩非常自然地坐到了他身邊，這演技簡直可以給滿分。他看着遠處的噴泉，語氣平淡的像是在閒聊，可接下來的話卻讓羅茜瞬間警覺起來。他說看到羅茜就會想起一個故人，一個像家人一樣親近的人。羅茜心裡咯噔一下，他為什麼會突然提起自己前世的名字？阿爾菲恩這家伙簡直是在當面開大。他一邊回憶着羅茜蒂的聰明美貌，一邊死死盯着眼前的羅茜。接下來的動作更過分，他竟然直接伸手撩起了羅茜的一縷長髮，語氣裡全是讓人捉摸不透的深意。他說看着羅茜，就像是在看着那個故人，甚至還故意反問：你不覺得長得這麼像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嗎？這已經不是簡單的敘舊了，這是赤裸裸的威脅和試探。羅茜只能強撐着笑臉，客客氣氣地回了一句：那是我的榮幸。可實際上，他心裡早就翻了10000個白眼，這種被毒蛇盯上的感覺，簡直讓他毛骨悚然。這男人到底想幹什麼？這種步步緊逼的壓迫感，讓羅茜1秒鐘都不想多待了。阿爾菲恩接下來的話，簡直是一個重磅炸彈。他說16年前是他親手埋葬了羅茜蒂的棺材，可詭異的是，當他前幾年再次打開棺材時，裡面竟然是空的，屍體不翼而飛了。聽到這裡，羅茜整個人都僵住了，一個細思極恐的想法冒了出來，難道自己的身體被偷了？事情可能更複雜。看着自己越来越像前世的臉，羅茜突然意識到，難道不僅僅是靈魂重生了，連這具身體也是屬於他自己的？如果真是這樣，
那現在的他到底是什麼？是重生還是死而復生？就在他思緒亂成一團時，阿爾菲恩那雙藏在鏡片後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他，仿佛要透過這副軀壳直接看穿他的靈魂。看着罗茜愣住的樣子，阿爾菲恩露出了玩味的笑。他問這個故事是不是很驚喜？還沒等羅茜緩過神來，他竟然直接發出了邀請，說如果想知道後續，今晚就去天文台見他。這哪是什麼普通的邀請，分明是赤裸裸的攤牌。羅茜心裡很清楚，阿爾菲恩肯定已經發現他就是那個消失的羅茜蒂。他那副勝券在握的樣子，讓羅茜感到前所未有的壓力，仿佛只要踏出這一步，所有的秘密都將無所遁形。去還是不去，這已經不是罗茜能選的了。因為阿爾菲恩最後那個眼神，分明是在說他已經等不及要揭開真相了。今晚的天文台注定要出大事。深夜的天文研究所，羅茜還是一個人找過來了。雖然已經到了門口，但事情明顯不對勁，這很有可能是阿爾菲恩專門為他準備的陷阱。可現在的他已經沒有退路了，為了查清真相，這點風險必須得冒。可推開門的一瞬間，阿爾菲恩竟然就在裡面。他笑着說：“我就知道你會來，羅茜蒂。”雖然羅茜還在極力否認，試圖用假名字蒙混過關，但對方顯然不打算配合，還要繼續演戲嗎？這下徹底瞞不住了。阿爾菲恩步步緊逼，質問他大半夜跑過來，到底在打聽誰？羅茜還想敷衍過去，說他想象力太豐富，可對方接下來的話讓他徹底沒法淡定了。原來歐文一直瞞着他，把消息封鎖得死死的。那些恐怖的超越者們早就已經盯上他了，他的真實身份現在全天下都知道了。這下真的麻煩大了。阿爾菲恩接下來的話徹底顛覆了他的認知，原來他根本不是重生，更沒有換過身體，只是因為復活水晶的力量讓他變年輕了而已。而那個所謂的復活水晶，竟然是萊勒家族的遺物。既然身體還是原來的，那有些事情就解釋得通了。說起這個，羅茜突然想起了一件更重要的事，難怪多里安之前看他的眼神，總覺得哪裡不對勁。原來只要靠近他，周圍的魔力就會發生扭曲，這在高手眼裡簡直就是活招牌。阿爾菲恩接下來的話更是讓他脊背發涼，他的身體已經和水晶徹底融合在了一起，現在的他根本就不是什麼普通人，而是成了活着的心之遗物。這個秘密要是傳出去，整個世界都要變天了。羅茜終於聽明白了，他冷冷地看着阿爾菲恩，直接宣布戲碼結束。還沒等對方反應過來，他抬手就是一個魔法陣，嘴裡喊着讓他滾遠點。這一擊威力極大，直接把阿爾菲恩轟倒在地，半天都沒爬起來。羅茜居高臨下的看着他，語氣裡全是殺氣，根本沒有什麼感人的重逢，只有算不完的血海深仇。當初就是這個男人殺了他，甚至還搶走了天文館。阿爾菲恩還想開口解釋，但羅茜已經拿回了項鏈，這下局面徹底失控了。這一刻，羅茜終於徹底覺醒了，曾經鑽研過的無數咒語，還有那些複雜的公式，全部回到了他的腦海裡。他終於拿回了屬於自己的真正力量。羅茜反手就是一個束縛咒，金色的光鎖瞬間炸裂，把阿爾菲恩死定在原地。局面徹底反轉，現在輪到他來掌控一切了。羅茜一步步走向他，問出了那個憋在心裡最想知道的答案：那天你為什麼要用暗殺咒語對我痛下殺手？面對羅茜的質問，阿爾菲恩還在拼命否認，但現在說什麼都晚了。明明是青梅竹馬，從小像雙胞胎一樣長大，為什麼要下这種狠手？羅茜怎麼也想不通，到底是什麼樣的深仇大恨，能讓他做出這種背叛？就在這時，羅茜腦子裡突然閃過一個念頭，他停頓了一下，該不會是因為當初我拒絕了你的求婚吧？這陳年舊賬一翻出來，阿爾菲恩整個人都破防了，完全不知道該怎麼接話。難道這一切的悲劇真的只是因為因愛生恨？羅茜這波補刀簡直太狠了，他直截了當地告訴阿爾菲恩，自己絕不會對家人動心，更何況他這種瘦弱的類型根本就不是他的菜。阿爾菲恩聽得心都要碎了，但他還是咬着牙辯解，告白失敗是一回事，但殺人的罪名他絕對不認。羅茜根本不想聽這些廢話，事到如今還要裝無辜。他手裡的魔法陣再次亮起，打算直接送他上路。就在這生死關頭，阿爾菲恩發出了最後的哀求，他讓羅茜去檢查天文館的記憶，看樣子真正的兇手另有其人，真相就藏在那些記憶裡。這下輪到羅茜猶豫了，剛才還嘴硬的阿爾菲恩這會兒居然直接倒在羅茜懷裡，連站都站不穩了。羅茜整個人都無語了，這身體素質也太離譜了吧？難道自己剛才下手真的太重了？不過現在不是糾結這個的時候，阿爾菲恩提到的記憶存儲才是解開謎團的關鍵。羅茜冷靜下來分析，如果天文館在他死後還在運行，那當年的真相一定被完整的記錄了下來。只要打開這個監控，誰是兇手就一目了然了。羅茜正準備立刻動身去查清楚當年的真相，可就在這時，身後突然傳來一個低沉的聲音，叫住了他的名字。羅茜回頭一看，整個人當場愣住了，出現在身後的竟然是卡利安。他滿臉不可思議，哥哥怎麼會突然出現在這？卡利安倒是很淡定，他反問羅茜，難道不是你給我寄了信，說想立刻見到我嗎？羅茜這才反應過來，自己確實寫過類似的話，沒想到卡利安竟然當真了。他大步走上前，一把將羅茜摟進懷裡，他在羅茜耳邊輕聲說，我也很想見你，我的公主殿下。羅茜急得不行，趕緊追問卡利安是不是已經辦好逗留許可了，畢竟這種身份的人想跨國走動可沒那麼簡單。結果卡利安一臉淡定，他說這事根本不用操心，等天一亮他就去提交訪問申請。看他這父兄有成竹的樣子，羅茜反而更沒底了，這事兒恐怕沒那麼簡單。羅茜這下反應過來了，在天亮拿到許可之前，卡利安現在就是非法入境。可還沒等他想出對策，
卡利安就開始裝可憐，問他是不是見到哥哥不開心。這一招簡直是犯規。羅茜一邊敷衍着說開心，一邊滿腦子都在想怎麼葬人。結果卡利安突然指着地板問：“這躺着的又是誰啊？”羅茜這才猛地想起來，壞了，阿爾菲恩還被捆在地上呢。羅茜還在那兒裝傻，一邊尷尬地打着哈哈，一邊假裝不認識地上的阿爾菲恩。他甚至還故意推了推對方，說這兒不是睡覺的地方，想趕緊把這尷尬的一幕翻篇。但等轉過頭，羅茜的眼神就變了。阿爾菲恩說的話他一個字都不信。為了保險起見，他決定直接動用魔法，把這人的記憶徹底重寫。只要讓他忘了今天見過誰，再順便讓他以為是自己把天文館給弄丟了，這事兒就算徹底結了。看這架勢，阿爾菲恩短時間內是醒不來了。羅茜索性不再管他，現在最要緊的是得趕緊把卡利安帶走，畢竟天亮之前他都不能露面。卡利安倒是挺配合，還饒有興致地問：“打算把他藏到哪兒去？”羅茜拍着胸脯保證，讓他儘管放心，自己早就找好了絕佳的藏身點。可看他這副興奮的樣子，總覺得這個所謂的好地方恐怕又要出什麼幺蛾子了。誰能想到羅茜說的絕佳藏身點，竟然是路易斯的家。大半夜被吵醒的路易斯看着門口這兩個人臉都黑了，他想都沒想就要關門趕人。可羅茜死死扒住門框不撒手，還非要把卡利安這尊大佛當成小兔子塞進人家裡。卡利安更是影帝附體，在那兒感嘆什麼4年沒見，說路易斯心狠手辣不念舊情，聽得路易斯直翻白眼。這兩人一個撒嬌一個賣慘，配合的那叫一個天衣無縫。路易斯就算脾氣再硬，這下也快被他們給磨瘋了。為了讓路易斯收留卡利安，羅茜連1個月的零食都豁出去了。還沒等路易斯點頭答應，他就一溜煙鑽進馬車跑了，任憑路易斯在後面怎麼咆哮，羅茜頭都不回，只留下一句明天城堡見。這甩鍋的速度簡直讓人絕望。沒辦法，路易斯只能黑着臉把人領進屋，警告卡利安天亮前閉上嘴，千萬別給他惹麻煩。結果卡利安倒是一臉淡定，還笑眯眯地說要好好報答他，嚇得路易斯心裡直打鼓。這尊大佛的謝禮誰敢接啊？剛才還說要報答人家，結果卡利安一開口，竟然是問路易斯想不想要一個活命的機會。這哪裡是來借宿的，簡直就是赤裸裸的挑釁。屋裡的氣氛瞬間降到了冰點，火藥味隔着屏幕都能聞到。路易斯也不是被嚇大的，他冷笑一聲回怼過去，讓卡利安把夢話留到睡覺再說，根本沒把這威脅放在眼裡。他直呼卡利安的全名，警告對方不管再打什麼主意，只要有他在，就絕對別想在這兒翻起浪來。看來這兩人之間的恩怨遠比我們想象的要深，這下路易斯的家怕是真要變成戰場了。把卡利安那個大麻煩甩掉後，羅茜獨自坐在馬車裡，總算能順暢的喘口氣了。但這安穩日子還沒過幾秒，他拿出了那顆神秘的記憶球，打算確認一下最後的信息。誰能想到接下來的畫面直接讓他愣住了。記憶裡出現了一座宏偉的禮堂，到處都是穿着黑色喪服的學生，而這肅穆又壓抑的場面，竟然是羅茜蒂的葬禮。葬禮現場的氣氛非常壓抑，連年幼的路易斯都來了。他把白花輕輕放在羅茜蒂身邊，小聲祈禱着讓她安息。可就在這悲傷的時刻，雷吉娜卻表現得異常冷酷，她直接命令阿爾菲恩去把羅茜蒂身上的天象儀拿回來。阿爾菲恩整個人都愣住了。按照規矩，這種貼身法器應該隨主人下葬，在葬禮上拿走遺物實在太冒犯，但雷吉娜根本不在乎。在他眼裡，羅茜蒂只是個難得一見的天才，而那個裝滿研究成果的球體比死者的安寧要重要得多。為了所謂的未來和後代，他甚至不打算給羅茜蒂留下最後一點體面。看到這一幕，羅茜整個人都懵了。他一直以為是阿爾菲恩偷走了那個至關重要的記憶球，可真相卻狠狠打了他的臉。原來真正拿走東西的人，竟然是他一直尊敬的老師。為了弄清楚自己到底是怎麼死的，羅茜決定豁出去，繼續往更久遠的記憶裡深挖。他必須親眼看看那一刻。時間回到了他臨死前的那天，阿爾菲恩正驚慌失措地一邊大喊他的名字，一邊衝過來。真相就在眼前了，那天到底發生了什麼，才讓他落得那樣的下場？面對雷吉內的質問，阿爾菲恩拼命的大聲辯解，說自己真的什麼都沒做，那副樣子看着確實不像在演戲。羅茜冷靜了下來，他仔細觀察記憶裡的魔法陣，終於發現了一個驚人的細節，這根本就不是什麼殺人的咒語，這只是個用來困住人的束縛陣法。也就是說，阿爾菲恩當時只是想留下他，真正想要他命的其實是躲在暗處的另一個人。就在真相快要揭開的时候，記憶裡突然出現了一個詭異的黑影，那雙發着紅光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羅茜。這突如其來的變故把羅茜嚇得直接從記憶裡彈了出來，她停頓了好半天，才讓自己的心情平復下來。雖然剛才那個東西非常恐怖，但羅茜心裡很清楚，自己終於抓到了最關鍵的線索。那個黑影絕對不簡單，不管剛才那是什麼，他一定和自己的死脫不了干係。殺害他的真兇終於要浮出水面了。雷吉娜徹底坐不住了，天象儀竟然在眼皮子底下丟了，阿爾菲卻連什麼時候丟的都不知道。事情明顯不對勁，這根本不是普通的失竊，空氣中還殘留着記憶操縱的魔法痕跡。雷吉娜心裡已經有了答案，這絕對是羅茜自己幹的。她到底在計劃什麼？既然已經看穿了真相，雷吉娜直接下了逐客令，接下來的局勢恐怕要徹底失控了。雷吉娜現在非常頭疼，誰也猜不透羅茜到底想幹什麼。既然事情已經敗露，雷吉娜決定親自出手。她甚至動了最極端的念頭，難道真的要殺掉那個孩子嗎？卡利安似乎也察覺到了異樣。羅茜幾乎翻遍了所有的書，可關於那天見到的怪物，竟然一點線索都沒有。
手頭的信息實在太少了，只記得那家伙沒有固定的形狀，渾身漆黑的像影子一樣。最讓人後怕的是那雙像岩漿一樣血紅的眼睛，這種完全未知的存在才是最危險的。等等，影子！羅茜突然想起一件被遺忘的大事：4年前吸收那股毀滅力量的時候，他確實見過類似的怪物。那個被稱為崩壞混沌的東西，當時就藏在哥哥的影子後面，悄無聲息地出現了。如果這個推論是真的，那怪物現在一定還潛伏在附近，甚至就在他和哥哥身邊。這下麻煩大了，絕對不能就這樣坐以待斃，必須在悲劇發生前阻止他。羅茜現在1秒鐘都等不了，他必須立刻見到哥哥。可緊趕慢趕，還是撲了個空。哥哥一大早就已經進攻了，兩人就這麼剛好錯過。路易斯看他神色匆匆，還拿着一本奇怪的生物圖鑑，忍不住問他到底在翻什麼。羅茜隨口打了個哈哈，說是突然對怪物感興趣。其實他心裡比誰都清楚，這書裡藏着的秘密可是關係到他以後的命，絕對不能讓任何人察覺。羅茜本來想拿書上的野豬怪物逗逗眼前的路易斯，還笑話他每次見到野豬都會嚇得整個人定在原地。可路易斯聽完卻變了態度，他盯着羅茜問：“你怎麼會知道這件事？”路易斯小時候確實被野豬襲擊過，但這個秘密全天下應該只有一個人知道。羅茜這下徹底僵住了，壞了，剛才一不小心說吐露扣了。既然話都說到這份上了，羅茜索性直接攤牌，承認自己從一開始就帶着記憶，還感嘆眼前的路易斯長變樣了。幸好發現秘密的是自己人，可路易斯接下來的話卻讓他脊背發涼。萊勒家族已經盯上他了，那些人為了拿回水晶，甚至打算把他大卸八塊，進行慘無人道的解剖。雖然水晶正在和身體融合，一旦成功就能掌握巨大的力量，但留給羅茜的時間真的不多了。這種力量簡直強到逆天，羅茜自己聽完都愣住了。路易斯說，只要掌握了方法，他不僅能瞬間自癒，甚至還能起死回生去救別人。可這種神蹟一般的本事，也讓他徹底成了各方勢力眼裡的香饽饽。羅茜終於明白，為什麼那些怪物非要盯着他不放。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擁有這種力量本身就是一種危險，如果那些瘋子得不到他，接下來的手段恐怕會比死亡更恐怖。羅茜心裡很清楚，現在的他就像在走鋼絲，那些超驗者早就盯上他了，要不是有歐文大人在前面撐腰，他根本活不到現在。更可怕的是，一旦帝國發現他擁有多重力量，按照法律，他絕對會被送上斷頭台。就在罗茜感到後怕的時候，路易斯突然握緊了拳頭，他一字一句的承諾，絕不會讓那種事發生，哪怕要和整個帝國作對，菲澤爾家族也會護他周全。這一刻，羅茜終於找到了最可靠的盟友，氣氛突然變得有點微妙。羅茜大方的表達感謝，甚至輕易的捧起路易斯的臉，反倒是這個平日裡冷峻的少年，先有點招架不住了。雖然有路易斯在身邊撐腰，但羅茜心裡很清楚，現在的局面已經越來越複雜，平靜的日子恐怕沒幾天了。他正面臨一個致命的難題，是繼續當現在的羅茜，還是變回曾經的羅茜蒂？這兩個身份注定只能留下一個，而那個必須做出抉擇的時刻馬上就要到了。深夜的占星室裡，魔法首領雷吉娜正在質問上蒼，他不明白為什麼要賜給羅茜那種逆天的天賦，卻又讓他背負着最不祥的預言。這種矛盾的命運對一個孩子來說實在太殘酷了。可還沒等他感嘆完，屋裡的氣氛突然降到了冰點，原本燃燒的蠟燭瞬間熄滅。雷吉娜猛地停住，她感覺到一股極度危險的氣息已經悄无聲息地出現在了身後。她顫抖着問是誰在那，可一回頭，眼前的景象讓她徹底崩潰了。那是一隻巨大的紫色巨蛇，正張着血盆大口死死盯着她，這根本不是人類能對抗的力量。雷吉娜甚至來不及反擊，凄厲的尖叫聲就傳遍了整座高塔。